但这一次大家呢又会进行一些不现在的话还没开始打，所以暂时还没有一个克制拉扬斯的。就队内如果直接封住河道角落的一个。好，现在进入到第5人格项目，是由 T1战队对阵成都军剧的比赛。我是本场解说鸭姐，我是解说林芷。在这里直接先把中场的密码机一封，然后继续锁，好像是想找木偶师啊。因为我们知道拉扬斯其实针对木偶师来打的话，他的路易可能就会被迫交得非常的快。不过这个地方的话会稍微再绕一下。梦露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可以看到江秋熟练度非常高啊，在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已经上到了68的蜡，这个位置是有可能掉蜡的。前面有一个高墙，看一下能续上吗？续上了，路易也交了出来，是想交诗句去抵消这一波满蜡好像，但是没有成功。不过还是荡绳，因为路易的存在时间导致江秋是没有敢出刀。这个位置，哎呦，诗句弹了一波刀。那这样的话，下一波满蜡97，比较可惜啊，这一波是没能凑成100。97的话，江秋其实是无所谓的，因为他只要再喷一下就可以逼出你的路易。不过梦露卡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的，来得及出刀吗？好像能交，来得及，直接打倒。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你踩完板过去，感觉是来得及能够把他击倒的。是的，是的，这里花了1分半左右，把人挂在了河道。可以看到是神罪率先移动了。不过这把的话，因为他们本身求生者这边是只带了2个化险为夷，没错，而且木偶师是其中的一个，那外围其实只有大副一个了。是的，但至少你救木偶师的话，保证他下移，反正只要能交一次路易就行了。这神罪没来得及拉自己的情状投影，先给到了一刀，但这个距离看一下江秋有没有机会粘住。好像是可以救下来，直接交出一个飞轮，但是应该要进入一个双倒节奏吗？先骗出了路易，没有选择去管神罪，一个蜡块也没有粘到这个点，远程失去，哦不是，是神罪那边主动走上了蜡块，触发了自己的满蜡。梦露这个地方96还是叠满，直接打倒。这个时间的话，其实也是跟一个但是猫猫来了，猫猫过来，哎呦，很可惜，虽然射中了，但是只是上到了撕裂值而已。而且挂这个地方的话，其实4个人都还在脸上。没错。这边猫猫跟大副的那台密码机肯定是不太好开了。是的。这样的话就会耽误到非常多的求生者的一个破译啊。小鱼提前摇表，第2段也交了，但是现在江秋手上是2阶的一个蜡像，救了下来，无伤，再用路易挡了一波伤害，要不要提前补一个龙骨弓？是的，猫猫还在旁边帮。是的，这个点位可以再次利用这个荡神区域玩起来啊，稍微牵制一下。是的，而且绕过来之后，其实猫猫可以去帮忙，稍微扛一下蜡。是的，再补上一个后撤臂。但这地方有移形，所以过去之后其实还是能够去击倒的。没错，他想倒在上面让猫猫来一个隔空 OB 吗？但是猫猫好像是直接走了。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操作了。虽然说猫猫还是有一套道具的。但是可能还是比较求稳。不过挂到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脸上是有一个半状态的幻灯师。是的，看一下江秋能不能迅速排到人吧。毕竟木偶师挂飞其实是逼出了江秋的一个移形啊，会让他后续补节奏没那么快。哎呦，这个地方偷袭了一个板子。现在求生者少2台遗产，但其实都是在河道范围啊。如果小鱼带走的话，压力就不大。哎，但这里就不太好了。在隐身状态下被蒙了出来，但还好实体刀并没有命中。是的，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有点难进板，所以只能先去绕模型。对的，但可能要被喷出来了，一个反走，喷倒了。最终还是喷倒。不过密码机的话，其实差的并不是特别多，现在是每台差20左右，而且因为你在后期去处理木偶师的时候是把第2个移形交了。是的。所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去控场。挂到这里的话，猫猫那台应该是差不多能开了。开完以后过来救援。一个凝蜡，但是丢过去的时候，因为是个抛物线已经开掉了。是的，而且猫猫其实是有带回光返照的，所以他这波就算被拦截，压力也不是特别大。给上了一波定格，然后96的一个蜡值，应该要直接喷倒了。哎，在这里出现了一点小问题。那这样的火蜡没有喷出来，一个开密码机的机会了。是的。因为他火蜡没有喷中的话，就没有压起身的机会啊。看一下江秋，那现在选择了直接开，因为这里其实还有个板子可以去绕。是，而且手上也还有飞轮以及一根龙骨弓，撕裂值触发64的一个蜡值。
不过要走地窖的话还是比较难。对，因为地窖就在河道区域啊，猫猫这个地方就是帮忙队友去多拖一点开门的时间。是因为你本来这把也是一个张皇挽留的蜡像师嘛，那你光是移形的话，其实你稍微拖一下那边门能开。没错。那双方在第一局是完成了一个保平。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一把江秋在前期的一个追击速度，给你一个平局没有关系啊，对吧？我只要身上就算扛一刀，那么歌剧只要离机械师坏处就是机械师放在外面可能会双修。是的，进入到第5人格项目 T1对战成都记忆的比赛，我是本场解说林芷，我是本场解说鸭姐。那这个点还是选择绕到了河道范围啊，选择直接去找一下18。没错。而且已经进入一个追击，外面的密码机也才刚修没多久，这个点要给一刀了，蓄力刀直接拿。拿到其实还是拿的比较快的。是，不过18这个位置应该是把自己的机械玩偶给放在了河道区域了。中场的这个长板都是必须要踢的。佩佩这里持续追击，那看一下这块长板要怎么博弈呢？还是选择继续追？前面要进板了吗？哎呦，这没能进。是直接倒了。是的，因为18这边带的是一个双弹加化险为夷。现在的话想过来帮，一个后车壁弩，但是哇还行，这边差点没有进板啊，一个飞轮补上的距离，不然的话就要给刀了。可以看到佩佩这把非常的激进，选择带了一手时长，他想再逼出皮皮虾的一个龙骨弓啊，然后再考虑回去挂，但是皮皮虾龙骨弓没有逼出来，但是OB 的距离够不够？这个位置选择感觉是有点不太够了。对的。因为你本身如果说要去硬 OB 的话，其实本身距离也不太够嘛，所以感觉会拖更多的时间，选择先去破译，然后让小白过来卡一下，按照佩佩这个时长，踢了一台77的密码机，直接是把小白刚刚那台踹了。而且刚才在破译的，刚才在牵制的时候，其实皮皮虾也没有进行一个很舒服的破译啊，导致求生者的密码机更是慢上加慢。现在哪怕有一个机械玩偶在外面，但其实对于他们的密码机来讲，增加的不是特别多。佩佩想直接打一刀，那这也是打到了气象身上，并没有博弈到震慑。18这里下来以后就只能往大房的方向走了，跟队友拉开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也只能说倒远一点点。看一下这波弓箭手会不会来上班呢？好像没有人靠，是枯草提前破译完了，准备贴过来。可能也是考虑到，因为你失常是把小白的那台给他踹掉了嘛，所以想让枯草先过来开个圈。是。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佩佩是挂到了大房外，然后再去给到皮皮虾一点压力，让他破译不了。因为对佩佩来讲，上帝视角是什么呢？就是大副一定是第2波救人的，对吧？那我只要让你外面有个人，他也修得不安心，等于说求生者有3个单位都没有在破译。对。不过还好，这把外面是多一个机械玩偶，所以说你就算失常用出来之后，其实玩偶的那个进度能赶上。是。就是看一下这一波要不要选择过来帮。先把18打进红圈。不过皮皮虾那台密码机90多，确实是有机会过来帮忙 OB 一下的。18都没有离开中场范围，他应该就想倒一个能够让皮皮虾辅助一下的位置。对，他想一开始先绕远一点，直接兴奋。他其实这离一直很远啊。不过皮皮虾那边没有选择了。是的。但是过到大房的话，可以去赶一下半状态的枯草。所以这波求生者，我觉得走位还是比较聪明的，因为18是选择先拉远，然后让皮皮虾那台能够开掉，他才绕回来让他帮忙 OB。是的。而且佩佩这边也是发现到了枯草的一个位置啊，知道他在大房破译，直接追，哇，好精准的一刀。那外面的话其实还差半台，打出一个失乐园状态。他觉得求生者会利用这一波时间来补大房的密码机，但其实并没有。佩佩如果再往前走一点，能够找到求生者的，但是很可惜没有继续往前探了。是求生者那边其实已经是多起了还是密码机了。对。所以佩佩选择先去把枯草给他挂了。接下来是有一波拦截的机会啊，看一下密码机摇的方向。弓箭手是满状态的，所以这一波必须是让皮皮虾过来救援。但你现在那边密码机停了，对吧？佩佩肯定是提前拦出来了，知道你们求生者要去补大房，然后让河道方向的人过来救援。是，不过因为大房的那边密码机是没有动，所以佩佩感觉那个地方可能有人会过来偷。是。所以他是选择先回防。被迫。不过大房那边如果说一晃，他就得出去了。是的。因为大门那个方向其实是没有密码机的，这波佩佩是，哎呦，可惜了一个断影，那应该要回溯了嘛？看一下还有2秒钟，还是要继续追呢？
但大副的淘汰进度条卡到半了，其实比较极限。这边板子2块长板是需要踩掉1块的，回溯以后，小白这个身位还是能继续翻板，但穷者那边已经在翻箱子了。这块板还是不太好处理啊，继续骗，可以成功打倒。那这样的话可以压住大黄的遗产，对于佩佩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那边也是同时在破译。 而且枯草翻到了一个镇静剂，可以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好。最关键的是中场2楼机械玩偶还给到了一个米，佩佩再次断赢，那这一波就没有办法在大副调整好之前找到他了。是的，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是压好的状态，而且这把佩佩主要是在于他的兴奋已经是提前切过了，对，所以导致你开门战的时候可能会打得比较难受一些。是，看一下这波手椅。 应该是想打一下针对了。小白手上的道具是已经全交完了，看一下，直接拿到1刀。那么这一波开门战对于穷者来讲，他们就得考虑怎么去拉扯。是，因为大房开的密码机，你离2个门都很远。哇，这个的话感觉能直接打到，哎呦，被砸一下头，但是兴奋也派上用场了。还好这一波是被砸到了对面啊，如果是在同一边的话，就很难受了。 因为对佩佩来说，其实他是很着急去抢时间的。如果他处理慢了的话，其实就控不到这边小白的门。是的，这块板一踩，转进下一个短板区，佩佩也是选择直接踩。上面这个荡绳应该是来不及荡，跳，哎呦，这里被跳过去了，身位把控还是短了一点。那边枯草也交出来了绝处逢生。 那这里如果再打倒小白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去拦截枯草了。当时如果说能够在这个木材堆上面去成功打倒小白的话，感觉是有一点机会的。有一点机会能够回去拦截。其实感觉当时前一波大副进板的那个身位已经是比较极限了。是的，是的，那一波。看一下赛后数据，这把枯草是破了。有 OB 位，但是台球手他的一个。 不过这个点的话，其实追击入殓师一直回退穷者的一个密码机的。进入到第5人格项目 T1对战成都记忆的比赛，我是本场的解说林芷，我是本场解说鸭姐。看一下这个位置，选择来到了中场，是想圈一下前锋的密码机吗？没有，退杆出来，脸上是枯草的前锋。这个位置把中场密码机一封，然后再。 回头找一下18的那个方向。是的，不过他是想钓鱼啊，他想把枯草给钓出来，但其实这脸上就有一台密码机，枯草是不可能跑到中场去破译了，他肯定就直接破译脸上那台了。所以其实感觉他还是得去先避一下18这边的道具。前期的话，击球点攒的还是挺多的，对佩佩来讲，这里要直接出去了，交一个击球点出来。这波的话，闪现要好了。 先避出了18的一个板弹，现在没有闪现身位，18是直接选择悬停加喷气背包，拉远距离不让你闪。哎，对佩佩来说没有距离可以闪啊。是的，所以他选择先跟，因为现在是你道具的一个真空期。前面要下板了，那佩佩得不断闪，趁着这个机会先去闪现开刀。是，但下一波的主球呢是有可能说被这个喷气背包给逼掉的。看一下佩佩这边熟练度。 18肯定是见你交球了再喷的，怎么说？直接喷，没错。再拐一波，能拉回来吗？这波也没有抓拐，但是这个主球的位置会非常远啊。可是他这波其实翻板的话，感觉是比较难去牵制了。是的，18没有第一时间去翻板，稍微等了一下，他想博弈一下嘛。但虽然说主球没有中，但至少佩佩是把人给打倒了，所以这波是能接受的。 主要你翻板，如果他过来的话，有个惯性出来，所以会贴近的比较快。然后这波皮皮虾过来，这位置皮皮虾过来救援，然后顺便可以见一面啊。接下来就让18拉一个对角线，看一下下一波是准备让前锋救援，还是怎么说了？一个主球封住，但18也是提前拐了，现在也不太好牵制了。跑到了狮子楼方向，密码机是。 前锋的开掉，那么第4台、第5台都已经进入最后的破译了。前锋刚好能开，开完以后过来救一波人。
选择往灯笼门的方向挂，毕竟他还是想去干扰灯笼门皮皮虾的那台密码机的。是，那边已经被回退掉一波了。但是你这波要出去给压力的话，胡草是有可能直接救的。看一下，并没有救，交了一个主球，然后回来。还是选择先去卡一下淘汰进度条。这样的话，其实最后一台密码机是不太够的。皮皮虾也只能等主球消失。那现在对于佩佩来说，18秒的主球 CD，18有没有机会牵制呢？还是不太好牵制，选择往空地上走了。这里枯草要不要来帮一下？应该是想让皮皮张去帮吧。我感觉他们两个其实可以一起过来，因为密码机的压力不在他们俩身上，密码机是在入殓师的那边的身上。什么打法啊？双人 OB 这个位置也没有选择去强行翻这个板或者交云门啊。而且两个人隔开这样子 OB 的话，没有那么怕主球。枯草直接平地躲了过去，小陀螺来了，但是撞到了刀头上。小陀螺倒了。皮皮张只有你了，队伍最后的希望。哦，但是哎呀，爱人错过，两个人擦肩而过。你云门过来，我闪现出去。那现在枯草好像还能再被举起来。看一下这波，其实密码机也是比较快的一个状态了。没错，一个主球怎么说？击球点再拐一下，拐到了，还能打一个击球刀。但这样子的话，密码被迫要开了。是的，这个点位挂上就只能开了。然后过来帮忙子哥，以后再救援。但是你这样子打的话，肯定是没有。这一波要追古董商，因为前锋是有道具的。哎，一个扫视并没有打出子哥。这把对佩佩来讲，他是有多抓面的。是的，而且前锋那边手上也还有半颗球，看能不能再去拖一下吧。是。这里枯草一定要拖出皮皮张的一个绝处逢生。是的，拉了挺多的球的。一个主球，击球点关到了。那现在放出来还有一点小道具，哎呦，但是不太够了这一点球量。然后再赶回去，把皮皮张给挂上。想要先去管一下皮皮虾那边的门。是的，他想把入殓师先赶走，不然的话，他其实挂谁都有可能被反生。是的，但这里的话其实也能稍微拖一下，但是得躲主球。是，我这波的话确实也是躲掉了。那外面两个求生者都有绝处逢生啊，前锋马上也要交了，而且灯笼门是开掉的。这里入殓师再拖一会儿的话，万一枯草起来，那么他佩佩可能一个都挂不了了。所以佩佩选择去管一下枯草。他主要不敢追皮皮虾了，因为你把皮皮虾打倒，他一个反身到门里，然后这里前锋起来以后，他万一选择去往地窖走，那你就很难受了。其实这一把佩佩多抓的一个关键点在哪呢？就是当时一板一窗。抓皮皮虾的那个主球，如果当时能够抓到的话，直接打倒入殓，他这把是有很上面的飞行家前期的一个牵制，医生放到外面去嘛，你后面想要看，但是至少离求生以他的经验，不仅是比赛或者排位嘛，都有可能碰到。那么现在进入到第5人格项目，是由成都继续对阵 T 的比赛，我是本场解说鸭景，我是本场解说林芷，果然是直接追小鱼的。我来找佣兵来了，一个护腕直接弹，这边有一个小黑龙的存在，但还是拿到了这一刀。主要你弹完之后，其实还是贴着一个围龙的边缘，这样的话反向走是能够去有机会拿刀的。错，这反转回来，再交一个护腕上楼。感觉这里绕板会不会更好绕一点？是一条死路了，对他来说。不过这个龙子的持续时间好像要掉，还行，平地先拿一刀。那最后一个围龙。看一下，已经是想要往猫猫那边赶了。是的，因为你单凭个人牵制这一波已经是很难规避掉了。哎，他这个围龙没有关到佣兵，有点难受啊，直接砸头。那现在开局直接保的话，江秋不太舍得交这个兴奋。主要现在如果不陪跑的话，佣兵那边单人已经牵制不动了，哎，所以他只能陪跑。是的，这边给到咒术一刀，然后再去找神坠帮一下。没错。毕竟神坠也是可以帮忙扛这个刀的，2块板，又被砸了一个头。没错，这一波是不是被砸到外面去了？但不管有没有被砸外面，但是给到了佣兵充足的时间拆笼子。是。现在江秋的愿力值很难续上啊。主要你现在其实医生跟咒术一人砸一个头，这谁吃得消啊？放了一个黑龙，哎呦！还是过来打到了佣兵。没错，这一波没有扛到刀的话，还是比较可惜了。对于求生者来讲。但也说明江秋他的一个熟人度非常的高，一个黑龙以后呢，让佣兵没有地方跑，只能站在原地被他挨刀。
是打算让神罪的医生过来救援，在脸上稍微拖一会儿。他是不怕肢体前刀的，他甚至可以扎完以后再过来考虑要不要救。毕竟佣兵本身也比较耐做。这地方调一下自己的状态，继续扎，问题不大。然后再用反弹拉回去。江秋要不要考虑交这个围龙呢？后撤跃龙，但是这波是打到了神坠，是的，绕过来的话稍微让一点点身位，所以得补一个护腕。没错。哎，但可惜这边是没有扛到刀啊，那现在就必须要陪跑了。医生必须先扎满自己，然后强摸佣兵，直接交兴奋，顶掉了一层猿猴柱像。那可以看到小配合打起来了，摸满了咒术，这样的话咒术下一波这样的话医生持刀那边咒术是有可能是会直接斩出那个猿猴柱像的。对，这样的话就先绕模型，然后拖一波神坠的治疗状态，然后再把脸上密码机先补一下进度。没错，那我们可以看到场上密码机已经4台了，这把梦露是手都羞抽筋了。全局是他一个人在外面破译。是，修完这把就可以上大学了。后撤跃龙也是没能打到，卡的位置很好啊，小鱼这个位置，但是队友没有帮忙拆楼啊，那边在调整。没事，调整完过来还能帮。是的，毕竟江秋上一波用掉了兴奋，他现在的兴奋 CD 黑还没好。猫猫这个位置看一下，不想交技能啊，他现在有5层后哇，提前交掉1层，但这个位置再持刀的话也无所谓。是的，那边的话还在帮忙调整佣兵的状态。没错，换一个人摸，换个人按头。这里江秋想处理的就是先把这个咒术给处理掉，然后再过来处理医生。没错，但他们这里可能要医摸起来了，可能要摸起来了。成功摸起来，然后神罪再陪跑一会儿，拖到咒术的一个绝处逢生差不多了，然后再摸他，这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战啊！这里还能再帮，然后龙子能拆掉吗？但是佣兵自己本身还有个小搏命啊，而且马上就要够了。够了，这一波小鱼翻个窗可以通电了，选择直接通电。江秋的最后一个龙子愿力值不太够了，猫猫那边也没有队友管他，毕竟他这把是没有，哎呦一个慢翻，直接打倒。猫猫应该是能起的，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治疗星数是92。江秋手上是没有愿力值的，不然的话他是可以考虑直接打过去，先把咒术化了。所以像江秋，他刚刚也是看了一眼咒术起来，他选择了往回挂了。对，他就不敢去他的那个方向了。通缉到了飞行家，脸上神坠，想来一个偷袭。不过这个位置，哎呦，围龙没有关到，手上还有一个飞轮，一个围龙才行。是的，翻过去一个飞轮，能消掉吗？这个围龙，持续时间到了。地窖的位置就在狮子楼，这一刀有受伤加速，神罪不知道地窖的位置。是的，那边的话他也不知道江秋的愿力值，所以他没有选择去跑这个直线距离。我感觉刚刚如果直接冲的话，其实应该是能走的。有机会走，有机会走，因为当时江秋的愿力是不够的。哎，江秋愿力是不够，但是看一下神罪这一波绝处逢生来不来得及交了。主要他其实也是知道你神罪起来大概的位置是在哪里，所以他只要在地窖跟他自己的位置的中间去拦就行。是的。他这波都不用再去监管。40多秒啊，40多秒的话能起。起是能起，但是神罪那边，哎，失误。自己下去了。能扎满啊，感觉。扎满的话，如果自己下去的话，真的能扎满。对，再拖一个愿力，而且他还有那个药物增效剂。没错。但是对于 T1来说，这把好像是想要再去摊一下，因为两个人是选择出来了。而且挽留的时间是快结束了，看一下他们怎么操作吧。这里江秋选择把人给挂到了靠近地下室的一个椅子最内侧，挽留还有10秒钟。这一波救下来以后再帮忙扛刀，但其实会比较难啊，因为江秋也可以考虑说没有针对到医生的情况下，他去打这个咒术，因为救人之前肯定是要给一刀的嘛。这样的话你两个人都是半状态。他可以再等一下，等到飞行家也过来。对，飞行家的道具还是蛮多的，直接交大侯，然后顺便再等一下，对，防止你交一手技能偷袭。但江秋其实是已经切成了底牌了。对，这样的话两个人可以慢慢的靠近门的方向去挪，因为飞行家那边还有个化险为夷。没错。然后医生那边能够去扎。神罪把自己扎满，江秋被迫不得不换目标了。那这一波围龙看一下能拆掉，不过猫猫的位置是离门越来越远了。
现在手上已经没有猿猴奏像，还有一个飞这样的话，轮。反过来让医生过来帮咒术。我觉得可以考虑让飞行家扛住这个板，对，后面去摸，后面能够摸起来1成，能够摸起来1/4都够。但是治疗进度还是比较慢啊，继续下板，想来一个单向龙，能拆掉吗？摸起来了。哎呦，是摸起来以后笼子拆掉了，拿了这一刀。那现在江秋3个人不够啊，对，而且3个人离门越来越近了。是的，直接选择一波直线冲门。都有飞轮，飞行家就没关系，还是要完成3跑。哦，最终是在编制了237秒，说并不是一个强势的地图。争夺上线去帮队友扳回比分的说法。进入到第5人格项目 T1对战成都机的比赛，我是本场解说林芷。是的，这边已经掉了一个机械玩偶了，应该是神罪拉进墓地的途中扛了一刀，然后再往中场的方向转。这个位置苦力小丑想帮忙炸一下。那先锋这边想要过来去找一下猫猫，但是没骗下来啊，这没有骗下去，反而是星耀梦的回速被骗掉了。是，但这样子的话，其实外面另外神罪那边也是拉开了比较远的距离了。对，现在的节奏有点差，对星耀梦来讲可能要考虑闪现开刀了。哦，带的是移形，那这一波不太有机会拿到这一刀了。前面还能够给自己一个小加速再进板，不过小鱼没有第一时间往板边靠，一个回速有没有强风吹一下？哇，好配合，一个强风。过来帮，选择移形到梦露的脸上。是的，那你这波强风交完了，没道具了，仙我们肯定是追你的呀。不过对于琼子来说，这个节奏是可以接受的。你移形开第一刀和闪现开第一刀情况是差不多的。是的，而且你开完刀之后，其实对于气象来说，它还是有一个牵制的空间。对，毕竟手上还有道具。所以直接选择焦鱼，想上楼梯来得及吗？哇，卡上去了，这个距离非常的极限，几乎是在最后1秒落地的一瞬间卡了上去。是的，那下面的话还有个长板。是的，星耀梦这边追击的节奏就非常之差了。把板踩掉出去以后，什么在等着你呢？是一个哭泣小丑，不过苦丑没有选择这边补密码机啊。我觉得他如果等在这里，然后一个推进器把梦露再给拉走，那么星耀梦基本就是炸裂了这个节奏。而这样的话，密码机其实会比较快。一波换血刀，成功打倒，但时间也是来到了2分钟啊。对于穷子来说，密码机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已经是很多了，这个密码机。是的，星耀梦把人给挂到了甲门，那这个密码机应该是要留给小鱼救完人以后来进行一个破译了。这样的话，神坠可以去提前多起他们场上的第5台密码机，然后再让救人位去补这台大遗产，密码机整个调配会比较快。哦，一个推进器要完成无伤救，小说家手上呢还有一个换位加救援的机会。小鱼并没有立刻走啊，他还想再干扰一下 ，OB 一下。很大胆，是的，因为这个点位的话，确实会比较舒服。而且关键是他刚才车也来了，给到了星耀梦很大的压力，然后人走了。那这样的话，小鱼是选择回去先修破译那个独栋的密码机，气象留下了第1台。那甲门这一台应该是一台84左右的遗产啊，星耀梦要不要狠狠心切一手失常呢？给自己一个保平往上的机会。但如果说切了失常的话，这把可能开门战就会比较难受了。对他至少先把保平给保住，是先稳住个平局。如果不切这脚失常的话，是有可能被3跑的。一个换位，过来救援。这里还想再拖一下。是的，硬吃一刀。因为穷者这里大概率知道你可能是要切一手失常嘛。但小鱼又来了。那边补密码机的人一看，哎，已经切成失常了。那满状态的苦丑，这个时候一个推进器。就看他能 OB 多久了，能不能拖到小说家把那台密码机给补好。是，主要他现在的话，因为满状态，所以多一刀的容错。是的，还有飞轮，飞轮加化险为夷，距离有点远，来得及吗？预判。直接神坠也过来帮忙了，砸了一个头。这里是神坠先砸了头，然后推进器才补到的。神坠但这里2个人想过来帮，其实密码机差的不是很多，只差20多了，而且他切过时长。管密码机，把小说家打倒在遗产边上呢。但是星耀梦这时候是断影状态，所以他过去会非常的久。猫猫手上的隐喻并没有吸好，但是他有双弹，这一波往外拉，有可能会被留在遗产，不敢往轨道走了，怕被车撞。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差一点，马上吸出来了。
怎么说？一个换位砸走，要砸了，那外面这样的话还能调走。整，而且还得破一台新的密码机。但因为猫猫它是没挂过的状态，所以这波对于他们来说，把猫猫留在这里去新起一台是非常可以接受的。没错，而且你已经切过你的底牌是一个失常，你现在开门战，如果我有4个人，你可能大概率是没有什么开门战能力的。但对仙阳们来讲也有机会，就是小说家这里猫猫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他如果说能够去打到一手针对，毕竟枯丑也暴露了自己没回光返照嘛，他飞轮化险为夷，然后猫猫是暴露了自己的弹射加化险为夷。这里是已经发现了小鱼过来，小鱼过来给压力，外面也在修心机，这一波选择让神坠来救援。这个人，对他同时在脸上修机，没错，让你那边压力很大。小鱼也过来帮忙一下，防止被打震慑过慢。那现在3个人，2个人帮忙扛刀的话，一个侧刀打到的是小鱼的枯丑。是，那这样的话，估计小鱼可以先走了，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回光返照。是的，香梦选择去追小鱼了，他知道你没有回光返照，那其实也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波可以让机械师倒地救，这样的话他没回光返照也无所谓了。但是提前被发现了可就不行了，这波必须要强开，强行开。香梦过来挂人，但是木地门已经贴上了，那这把穷者是有3跑的机会的，因为香梦已经切成了失常，对他们来讲有个机械玩偶提前贴门，这个进度30%，香梦只有5秒钟的时间用来赶门了，来不及了，应该是没有机会拦门了。而且过来这里还要下板。是的，而且所以你走外圈的话就来不太及了。对的。那最终的话是3名求生者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一个就没那么好安排。你枯草往独栋方向，好看一下这边好像是把中场2楼的窗户给封了一下，然后往前绕。他第一时间并没有选择去追枯草的迅儿，而是选择追18的慈善家。但这里的话，其实蜡已经上到了50多，拐过来应该是能上到60多的。对的，毕竟你回头照他的时候，他也是在对着你身上喷蜡的，但是你不照他封技能的话，就总归是要被上蜡。是的，但是你要是第1刀已经拿了。是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佩佩这边处理的很好啊，他的喷蜡的距离呢是比18的一个手电筒的距离要远的。选择交了一手移形，但是这里如果说这样倒车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去牵制了。没错，这个击倒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感觉。挂上以后，有一波逃脱术的释放，可以换到红蝶河方向，然后再让队友救援。而且目前的话，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多，所以可能要争4跑的话，你得这一波就考虑一下怎么去帮队友。这个位置。窗被封上，看一下，先拿高蜡1刀，然后再回头交枪抵消这个蜡。是的，这样的话，枯草也能保证自己能够稍微辅助一下，然后再帮忙照。这个距离拉的其实就很若即若离啊。佩佩也2个人互相在拉扯，场面一度很和谐，你照你的，我喷我的。是，你想贴近，我又想走远。那人呢？就你已经完全找不到慈善家了呀。没事，先换挂一下枯草吧。是的。这波挂上以后，还有一个化险为夷，以及一波逃脱术。独栋那边应该是迅儿前面留下的遗产啊。佩佩这里不能闲着，得过来把独栋密码机给封一下。先交一个迷烟炉。这个位置尝试先打1刀，被动出来，又是一波无伤救。佩佩终于开到2阶了。了一下。是的，佩佩终于开到了2阶。然后再把独栋的密码机封掉。是。不过枯草这个位置手上也只有一个道具可以使用了。他这波只能冲到甲门附近去找一下勘探员，因为这把他们只能去帮。但是这样的话，勘探员的密码机也要被干扰到了。不过这个点的话不太好 OB 了，是帮不了。找到了一个拐角的位置。这个位置再看一下求生者的安排吧，应该是只能让皮皮章来救援了。不过现在佩佩已经开到了2阶啊，如果皮皮章就这么走过来的话，压力还是有点大的。磁铁上到
但这里是一个短晕， 98，哎呦，飞轮，飞轮但清空失是误，怎么说？想骗一刀，那这里应该救不了人了。磁铁还没扔过去，人要过了，马上直接挂飞。直接淘汰掉了枯草，是的，而且这边自己还要被喷倒，脸上还有台遗产。是的。但是面对蜡像师这种角色，你给他到了2阶以后，其实确实就没有太好的机会去救援了。是的，慈善家跟逃脱大师还是一个半状态。是，这波其实也救不了人了。甲门这台密码机一压，求生者等于要开台全新的密码机。现在就是慢慢的进入一个佩佩的4抓节奏，就看佩佩能不能排到人吧，排一下方向，好像看到小这影了吗？看到了，直接移形，预判了一下皮皮虾的位置。那这个点位再回去的话，皮皮虾后退还是要倒地啊，因为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台新的，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离椅子很远了，皮皮虾不太能够把人给救下来的。哎，好像尝试能够救下来。哎，对，这里他其实可以开火蜡把人给喷倒，但是佩佩可能怕外围的密码机压好了，所以选择直接挂上皮皮虾。不过其实外面的话，2个人都没有回光返照。不得不说，这个迷烟炉对阵对一些监管者还是有一定的克制效果啊，特别是这种有远程技能和道具的监管者。那现在2个人走位都已经知道了，佩佩选择直接出击。是，求生者也是被迫把密码机给开掉。现在对于佩佩来讲，正常守也行。哎，好像感受到了吗？没有。他知道是红蝶儿开的密码机，但是他没有往前多走一步。哎，但这里的话已经发现了。是的。但是这样再拖下去的话，佩佩应该是只能3抓了。毕竟墓地门已经开了很多了。哎，这同样的一幕我们又看到了。那最终达到了18，这把佩佩应该是要完成一个3抓了。那边直接出门。没错。那么也是恭喜 T1战队成功获得了本场比赛3秒18配了200，先是61秒，所以还是发挥的非常棒的人。但是唯一的医生稍微绕一绕，等到有了一。现在进入到第5人格项目啊，是由家战队对阵德武战队的比赛。我是本场解说压紧，我是解说林芷。这边已经开始追击，下面提前布了一个10秒雷，非常的细节，然后卡了一下红光。小一鸣到这个板区，这个雷还有3秒钟。是的，但这里的话会稍微被挡一下走位，其实会拉近身位的。对，因为这一波踩板的时间，小一鸣是等于完全没走啊。这里的话想利用楼梯去躲雷，那现在又不敢往上。但上面的话又是个5秒雷。哎呦，往上也不敢走，往下也不敢走。那这波小一鸣是把2个药瓶全交了，再丢一波2连雷。过来可以把自己扎起来，但是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是，主要这里的话，他还是得去利用高低差。这不对吧？如果说你一刀以后利用高低差踩上单雷的话，那就很亏了。对，他吃了1刀以后，可能没有调整好，冲上了单雷上面，这波太亏了。他吃了刀以后可以从旁边跳下去，但他可能不想浪费那么几秒的一个受伤加速，庄园老友的受伤加速，所以他没有选择跳下去。现在2台半左右的一个密码机，莫名必须上班救人，遥控雷尝试一下，没有摇到，哎掏了，但是是假动作，没有掏下来，打了一个双倒。是的。但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我觉得他下乙之后的第2波牵制是比较乏力的。没错，一个弹射，直接往外拉，但前面有2连雷的机会了，这个板会被架住。看一下年景，这个角度没有连上，可以再补一颗。手上的雷已经不够了，有个遥控雷收尾的机会。年景要交吗？不交的话，前面马上到荡神了，直接摇倒。那可以看到大风那边是跟队友进行一波调整，这样的话密码机就更少了。而且第2波的话，这个人是可以考虑直接卖掉了，统计到了飞行家，手上是有移形的。看一下沉默人这一波卡的位置。他卡过来应该是等着能无伤的话，他就无伤救；不能无伤，他应该就尝试不救了，把人卖掉。不过这里的话，他们2连雷炸到了，2个人都过来了。是的，出动了2个人过来救援，那这一波付出的成本还是挺大的。救了下来，但直接被炸到，2连雷怎么说？连到了，
马尾的点刺也点空了，那这一波还要 OB 吗？感觉不 OB 了，已经没有什么 OB 的空间，而且收益也不大。冲击到了古董商，手上移形还在，年景看一下。我觉得这波可以去出击了。是的，直接移形到马尾的脸上。但是前面荡神还可以上去，遥控雷先摇一下，打成半状态，场上密码机3台半，这一波年景节奏很不错啊。2连，哇，这还差点还让他连上了。不过这个河道区域的高低差确实很限制邦邦的丢雷啊。对，得看一下他这一波的飞轮吧。因为前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机关枪跟飞轮的一个博弈了。是的，前面得回身骗了。这个点是假动作，然后再接一个扫视，把年景给定住，遥控雷。没有摇到，有点续不太上。看一下这个2连，直接炸倒。密码机也是来到了4台半，把人挂上。但这一波其实陈某人如果过来救援的话，是有一定的压力的。看一下他的距离离椅子多远，是从大门方向。不过还好，他本身是有一个悬停还在。没错。还有个大喷过来。这样的话，想去轰炸大房的密码机，哎，要被无伤了，好像。大喷过来。能够开个圈，那这样的话，年景是选择去大房找一下莫名的大遗产。没错，逼求生者去开一台新的密码机。哎，这个点的话，直接跑脸上来了。被迫要交表，能连到吗？2连雷歪了一点点，遥控雷再补一下也是没中。但是这一波的话，还是得先去处理一下。但可惜还是被咬到了。因为他有点离不开这台机。是。他外面兴起的话，你就兴起，然后去处理这个交过怀表大副就行。没错，3段表摇掉，这年景。可以考虑把人打倒以后再传送去管古董商，这样打穷者一个疲于奔命。毕竟古董商那边是2挂，一个单雷，这也可以出刀了。这边也是直接打倒大副，那也确定那边密码机在摇，就看年景下一波要不要传送出去了。但传送的话，他们如果原地修大房，这台机会比较多。是，感觉这波的话可以去打一波手椅上面的拦截。传送的话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外面是没有回光返照的，直接放了可以考虑。他如果救的话，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飞行家来，他有机会把他手倒，让他救不了人，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所以他2条选择都没问题。是的，主要这个点是拉开距离，怎么说？再封住这个窗，这个窗应该走不了了。就是顺利的击倒了古董商。也是直接通电。但是因为大房那台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说你选择传送过来的话，那台机是一定会被开掉的。没错，所以就会直接进入到开门战。2个人都在往篝火门靠，年纪这边技能没好，应该是来不及去限制到这个门了。50、60，哎呦，这边的障碍物一直在拦着，完全没有机会把雷给扑到门边。还炸到了一下飞行家，但是飞行家血量还是挺健康的，就算再炸一下也是能够出门的。那最终的话也是在第1局完成了一个平局。没错。其实感觉还是中后期牵制还是拖走机械师这样的，医生也被 ban。他这一波会比邦邦要高的，就看其他的求生者怎么操作了。是的，这边的话已经开始去追击弓箭手。上来想要绕一下大房外面的双板。是的，这边板子是一定要踩的，踩完以后然后把它封住。不过梦幻小迷没有着急出这个围龙，而是想再多攒一点愿力，让自己容错率更高一点啊。这磁铁也很有经验啊，知道不能离跛脚太远，就是搞在一个适中的位置，一个反向龙，但磁铁找到了一个夹缝，使用自己的后撤壁弩，再补上一个龙骨弓，凑满了100的撕裂值。是的，这的话看有机会，还是拿到了这一刀。是的。其实外面看赤红那边已经是枪加机械玩偶了。是。那磁铁这个位置交掉了一整套的道具，还是没能规避掉这次的伤害，算是比较亏的。不过还好，梦幻小明那边也是交到了2个围龙。但他是连续放的，毕竟是。哎，这里卡墙了，飞轮也被逼了出来。哎呦，那这里很难受啊！这一波倒地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吃出来啊！没错，梦幻小迷一个跃龙触发自己身上的撕裂值。把人挂上，攻击到的是大副，对，但他这也来的比较早，提前交表了，交完表还是能够卡这个淘汰进度。不过梦小迷现在想躲2段表的话，我觉得也是在给宁次这里去多拖一点淘汰进度的机会。是的，不过这里的话，感觉过来还是能够直接拿刀然后逼救。没错，至少他没有被无伤嘛。再补一个围龙，
现在密码机接近2台半啊，然后弓箭手要上椅了。对求生者来说，不太能够4个人开门战。看一下他们接下来有没有什么保的方法吧。下一波应该是让阿策的木偶师过来救援。看一下梦幻小迷这波通缉。阿策的话，其实已经是贴过来，通缉到了阿策。是的，谁来救人，通缉谁啊？2波其实通缉给的都是挺舒服的。没错。 这波先骗出来一个路易，阿策也知道得钻到椅子附近再去拆笼子，所以梦幻小明这边也没有着急出刀。勇者2波卡头来进入卡都挺不错的，而且这里路易也成功顶掉了1次伤害，直铁一个弹射往外翻，梦幻小明的最后一个笼子，但是过来看一下这一下，哦，直接打到了。这一波可惜是没有命中核心啊。 如果命中核心的话，应该有废掉这个笼子的机会。但是因为这几波牵制其实都没能把梦幻小迷这边的技能给他逼出来。是的。所以一会儿可能在续节奏方面会续的比较快，那边让大副跟木偶师赶紧去进行调整。没错，这样一个调整呢，也等于是摸满了嘛。对他们来讲，反正也是围龙2刀，或者说围龙1刀加一个平地刀才能打倒。梦幻小迷的通缉直接排到了阿策，看一下这个位置。 又逼个路易了，接下来看一下下一波的围龙，还能再逼一个路易。这边阿策的状态掉的有点快了，主要还是梦幻小明，他手上的阅历值很多，有闪现怎么说？现在其实密码机还差几乎1整台。是的，前面想翻过去直接钻。 还是把这个闪现给省住了。这密码机就在脸上啊。不过穷者是有多开1台的，但多开那台其实有点少，因为开的会比较慢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直接挂到赤红的那边，那就还是得让幸运儿过来先救。对，看一下这波枪能不能发挥一下。这台就不要了，让大副那边去修台新的。能钻过去吗？钻不过去，浪费了一个围龙，直接闪现拿刀逼救。 这个距离有庄园老友还是可以救下来的。接下来就看这一把信号枪怎么处理。跃龙过来，赤红很精准的命中。密码机的话还差半台。是的。梦幻小明打算直接针对星云了，因为他飞轮加化险为夷是都暴露过了，而且手上也没有信号枪了，一个过板刀直接拿1刀。但是对于穷者来说，梦幻小明他的辅助特质在开门战也是没有的。是的，而且他现在其实阅历打得很空啊，所以他们也是能够。 尝试去打上一把一样的战术，哎，但是他们想要救一波吗？救一波的话，有机会能拖出来技能，而且有可能说会打到针对啊。而且其实离得也是比较远一些。放下来了，想先逼1刀大副的状态，逼穷者通电，然后顺便拖一下自己的传送。 那大副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着急通电，他关键还是幸运儿那边得起来才行。是的，他不能开门战友，不然躺在那里。等幸运儿的自起，这边直接通电。大副的位置很危险，幸运儿就在脸上，摇表了可以挂了，怀表，但是有可能挂不上赤红了。梦幻小明前面举了很久，这可能也放个围龙。看一下钻过去有机会吗？刚好挂上。但大副的表被逼掉了，是比较少。是的，手上的传送还有16秒。 现在梦幻小明知道你大副的一个方向就在附近，必须要先排到大副的一个位置才能管门。要被门口这个娃娃的耳鸣干扰了。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没能排到0次的位置。是，但0次跳了下来，好像撞脸。梦幻小明能看到脚印吗？这里应该看到了。看到了。那你没表的话是比较难走了。是的，直接打倒。 这一把应该是要奔着一个3抓去了，传送也是传到了椅子边上。刚才阿策是出门了，想要掩护一下大副。那现在满状态的木偶师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机会拦住了。那最终的话是在这一局完成了一个3抓。是的。那其实第一局大比分是已经由斗武这边拿下了，一个5比3。没错。 还是有点没想到吧，梦幻小迷他这一把很能够去接受的这么一个局面，在手椅方面基本上是很难，那可能还是
来了，开局看一下，直接选择追气象。阿策也是拉一圈，拉了很远啊，再补一个陈云往墓地的方向转。那前面窗户有一个交互，第一个惊吓标记，接下来双惊喜一个都没上到，2波都被阿策的一个原地走位给躲掉了。因为第一下他觉得他要翻窗的时候，阿策那边没有直接翻，而是然后第二下稍微有点远。现在18秒一个双惊喜，对于这个追击节奏来说就不是特别好了。再补一个，但这下也没有上到惊吓标记。是的，终于是上到一个干冰舞台了。没错，但现在强风已经捏好了，你没有双重惊喜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说再上到惊吓标记了。交移形有强风啊，而且这个移形也是白交了。前面可以进板，你的双惊喜还没好，还有5秒钟，再稍微拖一下，陈云又好了。这个双惊喜可能还要废，阿策直接捏出陈云，但是被沉默了。但这里可以跟你先去绕一圈大模型。是。这标记还是只有最开始的那一个。对。哇，这个牵制节奏有点太厉害了。对，它是一个纯化险为夷的气象啊。是的，如果说不是最后这个陈云被沉默顶掉了的话，这边阿策可能说球都要掉了。哦，已经掉了吗？掉了。那很恐怖了。再补上一颗惊吓标记，但是3台密码机了呀。你现在的话又进入到 CD 去了。对。终于是抽到了地下，但是第4、第5台都已经在修了。是的，这里拿到了伤害，解锁了自己的一个空中飞人，那就可以快速击倒了。不过相对来说，这个快速也只是慢速快了一点点，对。因为其实前面已经花了接近2分钟的时间，所以梦幻小明这一波是很想把人给挂到遗产边上，磁铁立刻出动。磁铁过来，这个距离不可能让你挂上了。怎么说？一个扫是，扫到椅子上了。扫到椅子上了。我感觉点刺会不会好一点啊？把人给点远的话，他是有机会摇下来的。不过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前期他这个牵制是往4台走的。你千辛万苦举过来，人家一个逃脱术就又给你举回去了。所以梦幻小明这里要考虑换节奏，想把古董商给打倒。然后逼穷者再开新的，他也可以来个以乱打乱，再去打穷者的来回拉扯，先浪费掉穷者的一个化险为夷。不过磁铁这边走位也是非常秀啊，把自己给拖到了墓地这么一个位置。而且主要是在于说，你前期因为节奏实在是太差了。是的。现在是4台开始起追的，你外面只差半台机。冲击到了气象，那气象移形过来去找一下阿策。阿策不能去往甲门去了，往甲门去的话可能要倒遗产。还想顺便拦一下赤红，不过赤红这边病患也没出问题，可以无伤掏。其实梦幻小明刚才持续追阿策，我觉得会好一点。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去追阿策，你那边救就让他救。你再浪费掉病患的一个化险为夷啊，然后。看一下烫到了吗？烫到了，就相当于你交那个移形的目的已经是没有了。那你现在已经到红蝶河了，你就得管红蝶河了。不过没有回光返照的病患，可能对于梦幻小明来说也是一个机会。但没有就没有吧，我觉得，因为其实他们现在人员比较充足，可以安排人去贴门。是的，那对没有影响不是很大。到一个化险为夷，放了下来，但是这里阿策是有回光返照的，想骗。在躲，阿策还在走位，可以直接通电。是的，再回来去找一下赤红，但是那边还是有人贴门呀。因为穷者没有减员啊，你没有减员的情况下，看一下这边要上3个球。这边可以过来硬套一个化险为夷，然后2个人往门口的方向去赶，或者是分头走都行。对，所以阿策也是肆无忌惮的强行套上这化险为夷。现在梦幻小明还得担心这边赤红去往门口出个钩子跑了。对，所以他是一直黏着，是烫着他。勾出去了吗？勾是勾出去了，但是方向不太好，因为对于赤红来讲，他也得无限的去躲这个红色的转盘区域，把夜幕舞台的沉默去躲掉。那另外一头有2个人，看一下这个空中飞人上来，这把应该是只能挂人了。穷者这里还好是没有化险为夷了。不然的话，可能说一会儿再来跟你操作尝试一下。
一个移形过去，但其实也是留不下来了。没错。那最终的话是求生者这边完成了一个3跑。是的，是的。其实也能看出来阿彻很有办法转，或者说往墓地的方向转，这样大分就不会掉，对吧？第2局是一个互相的平局嘛。好，看一下过来去找一下墓地的莫名。那在墓地的内侧，这里可能要释放自己的一个迷烟炉了。让自己移速加快，年景这把带的是窥视者，直接插。不过这个位置板子一下，应该是有一刀了。围龙可以放一个单向围龙，还是选择先踩板啊，不着急，这样的话也能多攒点愿力。被动打出来，钻过去还能跟一刀。是的，其实拿刀还是挺快的。是。他的第2个迷烟炉的话，其实也起不到太大干扰作用。对，对于莫名来讲，他还是得往外拉点。所以现在咒术想要直接过来帮。是的。如果不帮的话，这里其实已经是牵制不动了。对的，我们前面也说过，其实桃肉大师他是不太能够牵制跛脚羊的这么一个角色。飞轮过来想顶，直接一个气球刀打了一波，再放围龙。那马尾这一波吃一个气球刀的话，我觉得他是能接受的。还是没有选择交围龙啊，对，距离拉的有点太远了，而且马尾被通缉，可能要被逼救了。对，加上你的飞轮，其实上一波是已经交过了，所以这波大概率是 OB 不了的。没错。那现在使用了一个逃脱术，他也没必要跟咒术师那边多做纠缠了，再拿他一刀的话，下一波3层侯，说不定就有机会能够让桃大师溜下来。再补一个围龙。但这个地方能掏吗？一个跃龙骗了一手，但是反而是沉默人交掉了2次路易啊，也等于是被打了一刀吧。看一下想偷袭马尾，有机会吗？没有太大的机会。不过倒了这个角落的话，对于年景来说，要想处理，可能得考虑交围龙。也不放。这边不放的话，那年景也无所谓的，我就正常打。但其实对于咒术师来说，他的一个 OB 技能 CD 是很快的。对，而且他这一波是赚到了，他只是交了一个小猴，你就要多交一个围龙。没错。你现在其实愿力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下一波再垫下来的话就没有愿力了。直接打了一刀咒术。因为年景这一波是没愿力的，去打这个桃大师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现在莫名也不可能说去倒到围龙的外侧，他一定是往这个墓地的最里面倒。是的，马尾手上的话还有一个猿猴咒像，继续赶过来，这个时间还是来得及，可以再垫下来。但是这一波年景被骗到了，那他就马尾这边很稳健，倒咒术了，再钻一手。那这个位置飞轮还有8秒钟。隔着一座墙，应该是要倒了。哎，刀气短了一点点。是的。那你过来有飞轮，没猿猴咒像了，猿猴咒像了。但是对于求生者来说，这一波马尾已经拖了非常非常久了。对，他其实已经是每一波只是用一个猿猴咒像来拖你一个围龙，他是完全赚的选择。是的。但是小夜明这个位置已经没法救援了。可能得考虑让木偶师去救援，然后咒术师好像是在破译最后一台密码机。这样的话，开门战就是让魔术师，那就2个人过来吧。对，一起帮忙扛刀。毕竟桃肉大师这把是没有带火光返照的，一刀打到谁啦？打到了魔术师。那这样的话，年景要换挂吗？不换挂。他知道这个桃肉大师有可能是没有火光返照的。密码机已经70了，再踩一个板。这一波还得扛到啊，很可惜，这波并没有扛到，摸头也摸不了吧？没有黄反照，对吧？没有黄反照怎么摸头啊？考虑了半天，还是走了。密码机的话，其实要够了。是的，应该要直接通电，然后魔术师可以上2楼牵制。手上还有一个魔术棒，对的，看能不能多拖会儿吧，因为对面是贴了门的，他得保一个马尾不被卡在这里的机会。想骗。而且确实也没有翻窗啊！哎呦，一个侧刀打出了一个震慑，年景手上的技能还在，直接选择来拦截一下马尾。这已经看到了马尾的脚印了。是的，现在
魔术师倒在楼上，但是他是有绝处逢生的，这个圈有点太大了。这个围龙想切闪，这里马尾是预判的一波，所以交了飞轮，把人挂回2楼下，然后再去挂小夜明。这把年景是想争多抓的。现在小夜明已经交了一个绝处逢生。对，不过小夜明这一波能进墓地去牵制啊，进墓地的话有机会能够拖好这个时间。哎，不对。 直接来到脸上了，那这里年景可以放一个围龙来挂马尾，刚好摇了下来。马尾还有2层猿猴奏像，哇，这个距离把控，直接放到了板前，你翻过去你就得翻过来。然后小夜明那边已经是没有绝处逢生了，没错。 所以这把只能走了。某人自己一个人输了。那在第2局也是由年景完成了一个3抓，上半场的一个3跑，季牙在第2局追回了一个6比2，大分小分全部扳回。第3局的话还得看双方的一个。胡锦村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是分开了，一个是大船的，做一个比较大的博弈了。 下开局是直接往海边走，可以看到海边是马尾的弓箭手，但是又拐了一下，又回头了，选择往中场。那看到中场在破译，这边就没关系了呀，我中场放你多修一点，一会儿再去把中场给围起来，然后再找人追。反正前期的话，其实台球手也是一个偏逛一点的角色，他还是得等到闪现好的那一波。对。 他知道你中场在破译，那没关系，我让火灾这里修不了，然后把中场一封，再去追你的火灾。这个点暂时还是没有刀的。哎，这里一个气囊有缝吗？没缝啊！没缝啊！对呀，我他这里还等了半天。不是他等是为什么？他必须要等年景退干，他才敢使用气囊。但是他放的这个气囊，我前面看他丢，我觉得哎，这是不是太紧了？ 没有缝，而且我觉得他刚刚等的那个时间应该是能发现没有缝的吧？是，但是有时候就是要学会欺骗自己。你再去收球的话，万一呢？其实已经是来不太及了。你收球那个他退杆出来，你就没地方跑了。但是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丢出了这个气囊会把自己完全给卡死吧？那这个节奏就很差了，跟我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预想的就是你闪开一刀以后，但穷者有道具，有一个定格的配合。 年景的主球是没有办法那么快拿到刀的，但没想到年景是主球都没有释放，还关到了一个，这一波可以把人给放远吗？还是直接拿刀呢？直接拿刀。那前面因为没有主球，所以只能再等下一波的 CD 了，10秒钟。直接交一个击球点，上到了小船，把这气囊用上了，这一波。 还行，方向没有错，换了一个方向。是的，也没有马尾过来了。是的，也没有交击球点，但是这里主球刚用掉啊，所以年景还得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马尾的一个 OB。后撤壁弩上一点撕裂值，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啊，年景只需要等一个主球就好了。不过他主球是用来给弓箭手吗？马尾也没有吃到这个主球，但是起码这一波他是能够顺利的去挂上了。是的，而且中场那边好像是前锋的密码机是一直在被回退啊，到现在也只有50左右的一个进度。这里提前拦一下小夜明，看一下能不能拦到。但是就算拦到的话，其实小夜明也不会特别害怕，毕竟他本身的一个隐身状态是不吃主球的。 哦，但这边持续时间到了，他情况投影的持续时间到了，所以来到脸上吃了一个主球，对年景疯狂卡位，去卡位的话，感觉救不了，救不了了，这个咋救啊？应该是救不了的，还要定格，他定格倒是可以。这一波很极限的一个定格，把椅子上的给定住，年景想尝试打个震慑也没有打到。然后他那波确实已经是太极限了，他就卡到淘汰镜团最后一下。是的。然后再交的定格。主球关到了。 可以再拿一刀，但是密码机呢也是3台半左右，
那这把其实还是不好打，因为你前期的节奏太快了，你把整个对局的时间都往前拖，现在还差2台多密码机，还不算上你一个倒密码机的说法。这点挂上，看一下下一波的节奏怎么续吧。这一把年景是没有携带通缉，但是中场的密码机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啊。这一波追出来，发现脸上是满状态的弓箭手。 一套道具直接打满撕裂值，这里有飞轮，但是没有交，而且也没有打出一个配合啊。就是你不交飞轮的话呢，队友那边也可以考虑给上一个定格啊。但是这波也没有配合，就看一下下一波吧。莫名选择交出了很多的橄榄球，但是年景主球好了，也没有考虑直接交啊，想先平地拿一刀。那直接交球了。对他想平地先拿一刀，然后下一波留这个主球回去管密码机，不然的话他其实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交这个主球的。是的，但现在的话，其实3个人的状态都已经空下来了，而且密码机还差2台啊。这个点全员半状态啊，看到了。 小夜明这幻灯师的一个形状投影，这里只需要继续跟着，手上有闪现有主球。其实小夜明这一波应该是不太好牵制了，直接关到，有了一波上挂的节奏，但是外面2个人才刚刚汇合，场上密码机是完全停滞的，节奏应该是炸了，应该是要奔向一个慢性试抓的进度去了。 外面2个人在进行调整，年景现在就是考虑求生者会在哪边调整，看一下能不能排到。哦，排到了。这一次看到了前锋跟弓箭手，其实可以考虑闪开吗？这个距离没有考虑，是蓄力刀。然后还有一波主球拦截手椅的机会，主球一交能吸到吗？关到了，拐得很快。这一波想把人给拉到外面放得很远，那么人要过半了，再拉球过去。 这个人一定是要过半的，毕竟幻灯师是在椅子上的。那中场的密码机就算勉强能修开，求者还得面临一整台但是那台机机又回退了。是。本来就已经没有修机的主力。对的，一波反向翻，这里好像是年景闪过来打到了那个分身上啊，直接把人给打倒了。啊，现在的话，这个幻灯师已经是要挂飞了。但是2个人要去打一台空的密码机，也都是残状态，怎么办呢？是的，而且前锋是没有道具的，这里可以立刻看到马尾的位置，应该是要冲着马尾去追了。手上有主球，龙骨弓直接命中核心，这个主球得用飞轮去规避掉了。看一下飞轮躲掉，还有拐的机会，后车壁弩，这个距离击球点但是回来的话还是抓到了。没错，就。 感觉马尾交了很多道具，但年景也是用击球点部署来部署去，最后还是追上了弓箭手，把他给关注。那现在看到了最后一台小船密码机在抖动，选择直接挂上。年景对自己非常自信，因为他也知道前锋的道具其实已经交掉了很多。但是万一前锋这段时间在双11翻箱子呢？翻出了一个道具。 不过年景的判断还是挺准的，他觉得前锋这边没有时间去翻道具的，直接关到，甚至击球点拉了一个轨道回来，然后又直接非常的优雅，好吧，把这个前锋传送到自己的脸上。那最终是在放到，我第2时间又能够连 OB 的机会了。只要你的围龙放的熟练度够，多一点密码机的破译空间。 哎，上来已经找到了大副啊！这里 PP 是很稳，把这个怀表捏得很死，到最后才交。是的，不过对于 Pistopper 来说也还是可以接受，因为你前期还是在找人的时候，已经是逼掉了大副的一块怀表。是，然后找到了飞行架，这个点位 Joker， 哎，我这边是稍微有点失误了。对，然后一波反向喷，那这个笼子有没有机会废掉呢？前面继续跟着走。 好像有点机会啊，得补笼子了。可以进板，先换一个窥视者，也是抽到一刀，抽到，愿力值不是特别多了，只能再放2个笼子。但是可以看到凶了，很会牵制啊。道具。对他，再交一个喷气背包，看一下到哪了。不过拐的这一波是被 Peter Stopper 很快的追上，拿了一刀。
啊，这个围龙的话其实是比较危险了，是的，因为它现在也是一个道具，真空期没飞轮，只有双弹。没错，只需要跟砖拿刀就行了。密码机的话是2台半多一点点。主要还是前期大副那边被稍微干扰了一下密码机啊，导致自己的密码机会比较少，而且还得放手过来救援了。通缉的是气象，还行，并没有通缉到 PP。大副手上的表得提前交，这样的话中后期大副的抗压能力也不太够了，毕竟他的道具交得很快。反向钻过去，然后再过来把2段表给摇到，尝试蒙一刀，并没有蒙到。第3段表也还能摇，直接摇，要无伤吗？没有选择掏。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状态完全是可以接受啊，因为你只掉了1/4状态，已经是把这个人能够救下来。没错，这波关没有关到飞行家，所以还是多逼掉了一个围龙。但飞行家要往大门的方向倒嘛？大门方向倒的话，不干扰大副的遗产，其实是还可以接受的。Pitstop 插了2个窥视者，直接干扰大副的小船的密码机。哎，可以举回去这个笼子，但是他想挂中场吗？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举回去的。不过这笼子持续时间马上掉了。挂上的话，这下求生者就彻底没有办法4人开门战了。主要你可以把 PP 那边赶走。过来直接拿到了这一刀，还是很精准的。没错。而且现在的话，其实外面2个外置位离这个椅子都有点远，是因为一个是在大门方向过来，一个是在海边过来。没错。这样的话，应该是让大副去破译角落的新密码机。是的。然后这一台就留给 Yuki 来进行一个破译。但这个牌那边修完可以过来 OB。这个跑点的话，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你刚刚那波是只有海边的秒牌在破译。最后一个背包终于交了出来，这个圈比较大，这围龙太大了，所以 Pitstop 没有办法用这个围龙打倒预判的一波，成功倒到了空地。那现在 Pitstop 他的一个愿力值不太够了，得攒，至少要等到1个围龙以后才有机会把人给挂上。密码机的话还差半台，过来交了一个反向围龙，能拆掉，但是围龙的位置非常的精准。还能过来再去赶一下这个密码机。现在 Yuki 要做的就是尽量离开小船，不要倒在原地。不过可以看到求生者外置位秒牌是选择去开一台新的密码机啊。哎，透到了。但是 TP 这边是压好的针。是的，把自己状态给压好，至少没有一刀被打倒。外面是在木屋方向新起了一台密码机。没错。那接下来就是打算让 Yuki 直接卡着，提前救援，然后等那个爆米粒的密码机破译好了再说。这里笼子就算拆掉也要倒地了，因为当时他的一个状态只有1/4。是。选择挂到了大门方向。那这样的话，一会儿快开门战的时候，你可以去把这个大门压住。但是 Pitstop 他的一个窥视者还没好，所以他这波也没办法选择去传送到外面打求生者的疲于奔命，只能去排一下 Yuki 的位置。这里再交一个窥视者，开门战应该是没有传送了。对，感觉可以先忍一忍啊。因为你交的话作用并不是特别大。拦到啊，有回光返照，其实就算拦下来的话，也交了一波风。是的，想骗一刀，那这样的话其实有点亏了。他刚才强行救是能够掏下来的。但是大副这边其实是已经牵制不动了，过来这个平地刀击倒。但是 Yuki 那边是往大船方向去转的，这样的话会被架在大船。是的，因为是有可能直接被排出来。这把的节奏感觉大概率要冲着一个3抓去了。毕竟 Pitstop 他现在传送还没好，就算快速打倒了气象，也没有办法再去争到1个4了。哎，这一波耳鸣卡得很极限啊！他以为是在海边里面。但是往外排的时候耳鸣断了，那他这下应该能确定人是在大船上了。是的，这里耳鸣又起了。地窖的位置就在海边，看一下秒牌的位置一直是在小门里面。Pitstop 准备插一个窥视者，一个围龙过来，有耳鸣，应该是能看到了，看到脚印了。看到脚印了。是的。那这个位置不太好走了，直接一个跃龙打倒。那最终的话是能够去拿到一个3抓。是的。
整体看下来的话，主要还是开门战这边被压住了一个门吧，而且大副前期被逼掉了一个怀表，也导致了自己没有太强的中后期的抗压能力。那打木偶师呢，也是海边直接去找。看一下，直接是过来贴到了 Xtreme 旁边。不错，这边板子一下，但可惜是个慢翻啊，这波距离是拉不了太远的。而且这一把调王师没有带火反照，带的是双弹射加上一个化险为夷。但是鹤神是前面断影了吗？哦，不过调王师那边也是稍微进板之前香水被骗了出来，没错，只能回速了，回速架回这个板区，再一个回速，哎呦！这一刀没办法，回去以后没办法。看一下香水，差一点点，差1秒钟直接破香了。那这个位置再浇香水的话，可能就只能用来打一个落地香了。下一波放了香水往下跳，这一波 Xin 也是直接往中场转，闪现马上好了，估计闪现好就可以直接打倒。对，直接闪现击倒。其实这把的话，击倒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的，这样的话，大门一台，中场一台，有2台密码机可能要被干扰。选择挂到大门附近，干扰大副的破译。对，我挂到大门，我不仅干扰你大副，还会往中场去看一下。或者这里是想直接过来逼救，但是其实还是挺难处理的。我觉得他不如去中场呢，就给椅子面前留个影子，然后去中场把那个人赶走，让他少修一会儿。他这样子完全跟大副进行缠斗的话，其实是干扰不到外面的密码机。哎呦，这里被无伤了，抛下来走了。赫神还想尝试蒙一下，但是也没有机会拿刀。这波无伤对于歌剧来说是比较亏的节奏了。你的第2波去节奏会少一个求生者。但到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感觉会干扰到小船双11的一台密码机，而且还通缉到了。是直接过来救。是的，所以通缉到了救援的木偶师。但是其实他还是挺安全的，前面还有一块板子。回速骗出了路易和下板，看一下要打针对吗？还是怎么说？这里没有骗，想打针对了。但是这个地方再次逼出了莫斯的一个路易啊，很赚啊，赫神。这里要不要再去摊一下牧师啊？不想摊了，因为那块板还在。上一波在大副身上亏的节奏，这一波给莫斯全赚回来了，就从莫斯身上又全赚回来了。关键是大副那边是满状态，莫斯回去了，他还没法跟别人调整。看一下这波通缉能不能关键的通缉到，通缉到了莫斯1/4状态，传传要3秒钟，感觉可以即刻出发呀。我牧师的话，那边是直接回头了。那这里他也是知道你好了。是的，赫神也是来了一波预判啊，预判双11这里会有人，先把这块板处理掉，然后逼出大副的道具。求者这样的话只差1台整机，对于赫神来说是很有多抓面的。尝试蒙一下。并没有打到，但他的话想要去把这个牧师找出来，好像还真让他给嗅到了。莫斯躲了半天，他没找，莫斯刚一出来破译他就找过来了，你说这多难受？再一个回速，但很可惜。回来的话，感觉牧师可能也牵制不动了，这也就是我一个短板的机会。没错。哎呦，躲的还是非常秀的。已经在一个地形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多绕了好几下。没错，多拖了10几秒吧。那现在可以看到大船上是弓箭手卡着在进行破译，现在他准备直接去处理大副，因为大副在上一轮追击中是被逼掉了自己的怀表。但大副还是一个满状态，你处理满状态大副其实并没有那么舒服吧？对，但是他主要还是想着把队友求生者这边的状态都给打残嘛。尝试抽一刀。那边求生者也是在破译船下的密码机啊。这一波有没有机会呢？隔窗刀有了，有，直接打了一个震慑，不够了。是的，这样子对木偶师来说就有点危险了。你现在不一定敢去破译船下的那台密码机啊。遗产是小船的50，船下的是15。他如果说，船上是15，那还行。但是赫神还是有机会直接传送过去啊，因为这张椅子离小船实在太远了。那你传送过去的话，其实是一个木偶师。对。
比较好的一个点就在于，啊对他能再拖一会儿，而且刚刚因为他是省了一个绝世逢生，对，石具直接顶刀，看一下这块长板不处理，直接被路易给拉走。直接过板。是的，那你拿到了看现在大副才被救下来，而且他还必须要去修小船，鹤神可以把人往靠小船的方向去取。这个打法的话，其实它是能够保证你在这个过程中场上没有人能够去破译，是的，然后再把木偶师击倒，因为你木偶师毕竟还是一个半状态，其实拖不了太久的时间。而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去找大副，又是一个挂过一次没道具，这个距离如果拦到弓箭手的话，弓箭手还救不下来啊！一个龙骨弓，再补一个飞轮，先拿一刀后撤步，后撤弩，那这个距离是可以救下来了。是的，撕裂值。看一下触发。要不要考虑直接去管小船呢？管双11呢？必须得去管了。管完双11，把大副给击倒。因为这一波其实勇者是没有机会去补充道具的。是的，加上这个点，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双112块板子已经都清过了，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牵制空间，只能说提前走到那个3窗。没错，那勇者可能会利用这一波来进行一个调整，但他们没有调整，非常大胆，很抢密码机，很信任大副的一个牵制。一波倒车想把人骗回来，这么说。再一个回速，有双刀，还是一个震慑。那这一波传送马上又好了，求生者要进入一个被死抓的节奏了。是的。所以只需要把大副挂得更远一点，你来救人还是要抢机子，其实都很危险。不过他们是提前挺多贴的，因为你可以看到 Neok 那边小窗已经是在小船后面了，是的，其实贴的好近。莫尔斯反应的还是很快的。对。90的密码机，其实鹤神刚才直接传送的话，还能再打个一波，但是现在传不了了，应该是要留着打开门战了，先把路易给骗出来。他这开门战随便打谁都行啊，其实对于他来讲，因为2位都是上过挂2挂的。不过我感觉大副那边可能会处理得更快。没错，但是大副既然往外跑，他就留一个时间给大副了，让大副去往大门跑，然后他再去拦截。不过这一波给到了木偶师进入小木屋的机会。是的。后神也意识到了。那边管不到了。是的，直接来管一下大副。这个位置直接一刀打倒，看一下要传送吗？没有传，应该是过来挂。没错。但是那边大门的已经是管不到了。这样的话，大副挂飞，木偶师有机会走地窖，地窖就在双11。后神能意识到吗？没有耳鸣。感觉应该是要走地窖了，感觉意识到也来不及了。他刚刚就算看到，可是这个身位是 Neok 那边会先到地窖。没错。那最终的话是直接跳地窖拿到一个平局。是的，是由欧米尼在第一。他说我想去取一下东西，你等一下我来取你了，排队。主球了，才有机会把人给。开局直接那不就是你知道吗？没有第一时间去找，肯定你嘛。波是往狮子楼后面去绕，然后想要去找一下周周。你毁了 IBL 的起争锋。啊、没成绩，你说咋有流量？我跟你说，没成绩有流量的选手，周周这个位置那还真不是一般选手。就拿不到了。但是我说实话，他流量不也是得靠成绩拖起来吗？他确定花坛那个位置，亚军拖起来吗？有人在破译的，这里把中场一封，应该去花坛追人了吧？你不要命了，什么意思啊？没有追杂技吗？其实我感觉杂技是这个阵容里面比较不好追的。是的，我觉得他可能考虑的点在哪呢？就是开局直接猛追啊！有刀啦，直接这样想的。来啦！不敢翻，对于闪现的时间把控的不太准确啊。如果正常来说，你能够精确到秒的话，是可以去强行。他亚军是因为教练换了，闹麻了。然后怕被那个啊！对，我原班人马卡奇，这把的话可以看到小汪3换3了以后还卡奇，所以感觉整体的这个判断应该不会。交闪前路再帮一下。哎呦，又是换教练了。这么早交闪的话 ，PP 那边应该是能操作一下的。对，这里 PP 交闪以后他没有第一时间去。互联网没有记忆了，可能觉得倒地以后再考虑吧，但是倒地以后有主球了。还是不太好。小王有你贵，那3换3加起来肯定有我贵了呀。是的。啊。的话保证一下自己的状态，而且龙背铁还能没我贵啊？的机会。但这个位置一个击球点就快速赶上了，而且这里退杆出来的位置也没办法被砸头。
哦，不对，他卡8呀，他不是卡7啊。都拉不了太远的距离，一个主球能控住吗？没有。哎，回弹回来，但是能有刀啊，有点了，没有刀。但这里蓄力刀过来感觉还是要被击倒。是，那现在密码机是2台半啊，可以看到秒牌那边仍然没有去翻道具，但是他是有化险为夷的，我觉得他马上应该会去搞把枪什么的过来救援一波。但秒牌实在是离得有点远，对，好像没有太去考虑让幸运儿过来操作。是的，这边啊，一下中场密码机，但没锁住，没有封，没有关到，呆得像鸟，导致一会儿可能也不会被还想封，哎，主球还是没锁住，把主球你把球全用了，你拿什么来杀人？再追杂技的话，就会我操，就会比较费力了。哎，不一定，上2楼还能跳一次，我操，死了，杀了。但这里的话，好说，还是个落地刀，我操，舒服了，密码机是多抓了。而且 DAD 之前说你背了锅走的，背的谁的啥锅？因为你整个发挥都说背锅了，要真背锅的话，我肯定不说呀。中场 Yuki 也是强行把密码机给修开。哥们儿要背锅，要做就做好，要不然跟你搞这些干什么？打最后一台。想放一个主球也没有能够命中，说是背锅还我背着鸡翅走了，没背锅，没什么好背的。不过还是很难啊，我自己的锅。哦呦，蓄力刀，关键是 Yuki 这一波受伤，他也不太能转走，还是只能待在这个位置。选手都挺好的，但是后来都换掉了。就一个回忆。看一下 Peter Stopper 这个主球的释放时机。下一个闪现其实要好。换人吧。留个球，然后去外面找节奏，直线冲。但是这样的话，哎，你这个是不是没有荡到电机啊？花掉蛮多的，往左拐一下就。只剩下1颗可以使用了。再拉出来以后，看一下，把大黄的密码机。只剩下回一语双关是吗？脸上是秒牌还有一个。哎呀！吴健已经老的要去相亲了，还没有冠军啊！天天8强啊！去进行一个追击了。但秒牌这把其实本身他是没有选择。别逗你千神笑了。道具是的，也只开了一个幸运包裹。没错，把护腕给逼掉以后，看一下他的选择。Peter Stopper 找到了 Yuki， 这里仍然是2层的惯性。但是可以有刀了，选择把 Yuki 的状态先打掉，然后不调状态。我跟你说，不调状态就慢慢被磨死了。想抢电机，不会能掏到吧？主球没有，关掉吧。干扰一下前锋的破译，但这个主球好像是放失误了，前锋还在修。所以还是想去。还不关。2个人是在密码机旁边去调整状态。还不关，我看着很难受啊。我这波其实他你这波有主球不是有刀了吗？拿1刀了回去。调状态回去杀心理学家了，快跑！不过这里一波再出去的话 ，Yuki 就很危险了，手上是有闪现的。看一下 Yuki 能活吗？哎，留一个单球不行吗？啊，行吧，也行。然后再到对面去。反正那边快消失了。哎呦，好的！这边还是挺快点拿刀！他们这个互相的来回拉扯。拉扯得很好，那边7%你就别干扰了，我求你了，这主球用来打前锋不好吗 ？Peter Stopper 手上是有闪现的，闪现开刀嘛？没好，骗了一手，这要交闪吗？这前锋暗示他要闪现，他还真闪。闪现拿1刀，有个主球都不用闪现，没有跟幸运儿进行调整啊，没摸起来。原地跳，飞轮打，哎呦，往板子跳呀！哎，他这走位死了，拿球。还有一点球 ，BB。可以，还能锁电机，打倒外面的密码机，先挂人，最后剩4秒的时候再锁，别着急。又进入一个台球手的经典节奏了，疲于奔命，把人挂在这个位置，他可以攻击心理那个方向。吴健会不会后悔当年在湖边和你聊天的时候没把推下？说不定他真后悔。干扰一下，修的没那么舒服。没错。那边秒牌是拿着一个机械，直接杀心理。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必要交这一波主球啊，他是可以考虑左边和右边的窗户都是弹，你就看着办吧。反正迟早要弹。他是不太好，还不如让他直接弹呢，你还有加速。现在加速没了。哎呦！假装回去手椅，再杀了吧，杀了吧，杀了吧，杀了吧！打他们电机不够，锁对面电机，把这个人往那边挂一挂。
因为秒白是已经贴过来了，但前锋那台其实是有点修不太动的，而且 Pistopper 想要去挂到密码机的中间，方便。我啥时候网暴老选手了？那新选手我也不认识呀。那小鱼刚上场，我哪找这角度网暴？不是，我从来不网暴。这里你如果不修的话，他也是一样会封你的密码。天天我网暴老选手，别闹了。想控这个机械玩偶去帮忙破译吗？还是调整？我觉得是调整吧。这波应该是摸一下前锋，保证前锋不状态。但这样的话，心里这波的话，调整等于完全没有破译密码机了。有一个主球打到了，下播了，是直接上播不了了。是的，密码机完全没动，现在把前锋给摸满。防止前锋下一波被打来回拉扯，但是其实 Pistopper 他可能不出去了，他看到你前锋满状态，他就继续打心理的一个针对。真没电机，就打针对 Pistopper，Let's go！ 破译了。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够极限把针对主球，针对留主球，原地锁主球，主球针对，你针对你别拦截，你针对呀！还是没有命中，秒牌的走位走得非常漂亮。3。看一下这波手2、1，果断 ，Let's go！ 让他摸，哎，骗太刀，直接签。那这个密码机控电机，你给我控电机，冲！主球倒，主球，好的，主球倒了一下。别着急，等主球回来，他要开，等主球回来 A 他，等主球回来 A 他，你把主球关了，没事儿，就在脸上，他要开了，他真要开，他绝对要开，他一点空刀，我操，打他，给我打他。但是回退了以后，我操！了 ，BP 这边不给你打他的机会，但是这里有个蓄力刀，你直接往那边走，他又不敢，哎，飞轮也失误了，还行，还有白给。毕竟你密码机压住了就行，压住了去慢慢拖技能嘛。当做闪现拿到刀了呗。去哪呀？其实你只要这个技能能拖，密码机不能开就行。是的，而且你就往他脸上走啊！没错，现在新女王那边开了一台全新的机子，主球锁板，下一个主球要分出胜负了。那我感觉很难去关掉时间了，关掉，蓄力感觉就倒了。没错，关掉，你慌啥？别慌。再寻找星额，或者说前一点就扔这里。等球吗？没问题啊，等4颗球直接把对面电击锁了，有问题吗？你也不敢开啊。技能的时间开了我就打前锋啊，也行。拖自己的主球时间。别着急，你先别放球，他直接开了你球用了，你怎么敢落？感觉他们密码机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通电。对，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一点。是的。不过还好，还是回来签。啥意思？怎么又签了呢？他应该意识到这个密码机应该是够了。然后，锁。他现在想锁，不是让他回退一波。落地没锁住啊！怎么说还是没有开？不是。他就是看你的，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看着你怎么操作，然后 What the fuck？ 没错 ，What the fuck？ 最后又挂了。那现在 Why？ 如果他想再去排 ，You tell me。秒牌有半个跳出去，去地窖，随便走啊，半球随便走。是的，3抓了。半个橄榄球的话没有闪现，我觉得还真有机会能够牵制出这个地窖啊。对。感觉还挺有机会的。对，看一下彼得斯托克的操作吧，他必须得先拿引刀。也选择拉球，但是前锋其实还有一个飞天动画。是的。赐予你一刀斩的力量，好吧？主球没拐过来，主球没在那边。是的，他主球并没有放到地窖上，我的经验呢肯定也是非常的。就是不会变通了，他只会哎呀，我操！就这些进来细不个细腿，这骨质疏松的样，我操！一个队轮着来吧。或者一起上也行，一起上最多我就是风筝一下了。上楼了，他觉得飞行家可能在楼上。是的，不过奈尔克的话其实是卡在了狮子楼的后面。对，浪费了自己挺多的时间的。还是得回来去找一下 Shadling 的守墓人。是。这说了一群牙签也搅不动水缸，开玩笑。那是各种意义上的搅不动。可以不修这台啊，直接去花坛修呗。这台不是才8%吗？贺神也来了一手台球手。被回退一波。直接是选择去追一下 XC， 是的，因为是选择先交一个强锋，没错，这个惯性也没了，板子一下。不过气象这把是没有带双弹的，只有一个飞轮加化险为夷，所以下一波的这个强锋就很关键了。哦呦，吓死你！是的，
闪现让自己开到走吧，道歉死了，然后再次退杆跟上，看一下又一个强攻，死了，距离，这里给我细的，敢随便交啊，刀，但是有飞轮抓住，抓住，按出来啊，哎，这个飞轮没交，秒死，太可惜了。 但是可以坏了！你看你不死抓，皮子吧，2比0在，你不死抓，往前面的板子里面进啊，然后去尝试躲开这个主球以后，你为什么那么处理呢？远程把他电击锁了呀！本来是就本身就没有选择一个 OB 位，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 XG 那边去哪呀？去哪？是的，没事，鹤神要晕了。救下来以后有没有机会？鹤神刚刚那把就晕成平局了，换一个道具，这把说不定又晕了。 完了，再不出来救不到了，你快倒主球呀！他这倒主球，他出来掏下来，真救不到。哎，你别倒主球，还有一个倒主球那个平局不了了。什么哎，怎么还给26机会？我操，滚！直接给我滚！而且飞轮也交了。对，气象平衡。你在干什么？其实这波鹤神是给到了一点机会的。 吃到了以后呢，他选择往后放，这个距离呢，对于气象来讲，他的道具和飞轮都是有机会能够破掉你这个主球的。对，再锁一下吧，一个成功了就行，因为他第一波风是空掉了之后，他着急忙慌的把那个飞轮也交了，哇，飞轮也空了。2台整电机来了，感觉就是交一个大哥，你留技能36，把他技能给逼了呀，还是比较可惜吧。 来一招那个，来一个那个，不要交技能。对。因为他们是有再过来在嘛，所以密码机的进度还是挺多的。OK。打一波震慑，你给我6。Xing 的气象这个位置，最起码不能被他平地杀了吧？进行牵制了。啊，死定了。有惯性的存在。好慢翻。加在了一个小短板，那基本上也是很难活了。 脸上还有一个完了，要被抓了。哎，还行，但你锁不了，但你修不了电机。可以看到中场一台18的电机还在那抢呢，别抢了。这里有个3，修了也白修。外面救了一波人，一共修了半台电机。救人有啥意义？后面靠近地窖点的方向一台。这个3连机感觉非常近的3连，有点绝望了。这3连马机，而且外面还有2个抓这个还行，没来得及去调整。抓法罗还行。 这找到了法罗，法罗转的方向正是那3连之处啊！这一波如果被得让3连让出来啊！大势已去了，3连让出来得。我觉得还是得电机太近了，这3连能给他一直锁。但他们这个时候就想，鹤神已经注意到这个3连了。闪现先开一刀，被人家现在注意，这里博狗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这不铁4抓，这能不4抓了？哇，超远距离的一个主球还关到了飞轮，我操，看台刀啊，大哥！这一把的飞轮完全没有起到效果啊，欧米尼。那目前这个节奏来看的话，感觉大概率是要奔着4抓去了。我们的状态也是调起来了，但是问题是你剩下的还没有怎么修。铁4抓，完全没有去打拉扯的机会。是的。 只要有人在碰密码机，他立刻可以把脸上这个人给丢下来，然后去管。他还得回去啊。这里其实根本都没有人在破译啊，被人家再连一下脸上这台。出来修 ，OK， 他不追。连啊！他直接不守乙了都行。连啊！这边其实守墓人过来救这个连啊是要过半的。重新连吗？而且这里倒主球，有点一封密码机，还有放主球的机会。然后封一下那边，然后再过来打一个法罗的。完了，修不了一点，就把美。 19%，动不了。时间再拖下去，密码机也不够。超模太溜手。位置。滚雪球。哎呦，一个狙击刀直接打倒。他下铲还卡了一下法罗的那个位置。让法罗走不了。几记吧。这波玩不了一点。糟糕起来了，可以直接挂飞法罗。但是对于场上2位求生者来说。 刚才法罗上乙到挂飞，弹幕黑我们 X 电竞就直说呗，非要拐弯抹角，搞得自己跟很幽默一样。哎，还真是呢，非常之差。弹幕真小心眼，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再去搁这暗戳戳的黑呢，我真笑了。我 X 电竞没把你主队打回家呀。但是刀气还是差了一点，直接把铲子打出来。鹤神也是时刻在关注那边的密码机有没有人破译啊。 只不过是密码机已经是进入到一个越修越少的程度。
现在只有7%了。来看一下飞行家最终能苟多久吧。但其实外面都没有密码机啊，飞行家现在也没有更换道具的能力。还好主队卡3金了。给我明了，透视。没办法，只能直播间的气氛，只能说。他觉得会不会是在地下室呢？哦，寻觅到了，看到了在楼上。可是阿克西斯。 这3段背包跑的还是那阿克西斯那是磕，那是磕，能加时间，但是守门人那边已经没道具了，守门人就算交了绝处逢生起来，也没有太多的牵制能力了。这波应该举过来，还是选择那不是 X， 非常的自信。主要你没有什么能够去反制的手段。是的。 前期我觉得还是那个强风加飞轮临时了空了，可能还是对于整个节奏来说稍微有点断档。没错，他主要倒的地方也不应该倒在一个3连附近吧？这样的话也是给到了台球手很大的机会，直接跳嘛，可以继续去进行一波控场。死了，一个闪现打倒，没问题。在第2局的下半我操，贺神你在干什么？机械师来讲，前期可能这超粉。机械师以及2板一双，如果说是往 中场的方向转，我们先看一下，已经来到了大房。不过这里，你看你能找到小红薯吗？没有上，是不是找不到楼梯啊？哎，直接跳下来吗？这个地方可以附身赶上去。找不到就是没法做实验了。是的，他其实可以选择在这个楼梯上面把这个陶片卡一卡，然后再走，你得把那个陶片卡掉再走。不有刀了吗？我靠，怎么走路？对，这句话一个玩偶，先卖玩上艾维了也是。我觉得这一波贺神是很能接受。 这个玩偶被打掉的，你哪怕扛到了，但无所谓啊，我1次人照样卡住等闪现不行吗？给你上轻直接寄生他队友。本体跟着你，一会儿闪现好了，闪现开刀，然后让1次人先去油罐附近干扰一下，没错，然后再把1次人拉回来，拉回来你能吓到吗？绕一圈吓他，拉的蛮远的，他肯定看左前方，现在看右前方，再用一组本相给把人给吼，现在看左后方，打断吗？来不及了。 但这个地方打断，其实身位也还是现在看右前方，右前方啊！空了，这波想飞轮，但飞轮也有刀。哦，飞轮的话也是成功清掉了，非常漂亮。哦呦，还挺帅。刀的机会，下一个寄生死了，正好他往寄生那边走。加闪的组合技，传10板，然后1次人寄生再传10板吓他死。机械师的本体立刻被叠到了100的。哇，在身上。那这样的话，机械玩偶也交不出来，2台半左右。是。 我直播好卡，我这边看着也卡。是牵制了蛮久的，主要卡吗？中场的一台应该是部分人卡吧，要不然全都说卡了。叫，搁这装，又卡了。你网不太行。已经在破亿了。现在贺神也是强行把1森给拉出来，准备在外面进行控场。哎呦，打断后壁，打断的一个护腕。 可以稳底下，再吼一下，这里有卡位啊，并没有打出正色，还行。直接摊他，还有一个机械玩偶，来直接摊他，就摊他，去，快去，快去摊他，有点摊了，摊他。这个护腕有点失误，是的。那这样的话还是能够摊到佣兵的一波双倒，直接挂。本来说这个护腕如果弹一个最远距离的话，快去，吼到了，他其实不一定。 敢走那么远去打的，没事，机械师挂机的，他什么都干不了。已经是在2楼附近卡好了，无能的机械师，所以他是选择先去刷一波佣兵的挂。是的，这里把陶片卡在2楼，其实也可以考虑附身的不过来，反正我就在这等着呗。哎，不对，不对，你这个娃娃出卖了自己的，然后还落地刀，那边佣兵就算让他救也无所谓了。 毕竟已经刷过一波挂了，现在只需要把这个机械师快速处理掉。SC 疯了，什么 SC 疯了 ？SC 说啥了？本来他是一直没有放到这个机械玩偶，但是发现挂用 KK1412说想吃妈妈鼠毛。把那个机械玩偶放出来。那我腋毛拔一根给你呗。是有点想怎么操作，但想操作往往摸自己的时候，2个人都能把陶片。推销员说出门买进南卡，结果手机摔坏了，可以安慰我吗？你手机都不想付钱了，真的，还搁这买卡的。你是不是傻？不过这波的话，其实密码机也是差的不太多，但是脸上是有一台遗产的。是的，而且佣兵的话是半状态啊，护腕只有1个了，就看开门战会不会留下一点伏笔。
脸上这还被压着，其实对球子来说还是比较难受的。哦，失常，而且失常直接踹成了17%呀！现在就算电击不够喽，也仅能够再拖个20秒了。针对喽，打一手针对。那这个机械师是很难保住了。是的，接下来可以看到佣兵那边跟小说家在进行一个调整，来得及吗？成功摸了起来，还行。如果这波没摸起来的话，我觉得还甚至有可能说再出去干扰一下的。现在对赫森来讲，开门战前已经没有技能了，只有一手时长。那么他接下来就要考虑开门战怎么去多留一个人，尽量的多留一些人吧。落地98的金质值，反绕，想卡一下，绕到了，可以，成功的把这能控赢啊，有角度，一个失常来回踹就一直拖呗。其实求生者那边也算是个3连，给到太多的机会，他们还是这不宗师打法吗？比较宗师来，这一波甚至想找魔术师调整平地追击要注意。剩下的密码机其实是大房角落，还有一台油罐的，没错。这样的话也算是一个比较近的3连，当然没有上一把唐人街的那么近嘛。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把闪现给机身啊，2级好了，交成了换成了市场打佣兵啊，其实是不太有平地把人给打倒了能力的。可以。但是佣兵的话又刚好给到了这个机会，平地拿了他一刀。没错。直接闯嘛，那佣兵能修了。成功的拿到了佣兵一刀。但是魔术师的刀，我说实话会比较难拿。再把这台也踹一脚，把伊斯人送过来，再传回去，再传过来，再传回去，来回拿刀，等2阶，等2阶拿刀。不过小说家跑过来想找魔术调整，那是不可能让你们调整。收啊！想在平地稍微去对面，这里应该要不传送回去呢？想杀佣兵了。没有选择传送回去，没死了。我觉得他是可以考虑传送回去，把这个2阶陶片传送，哦，就是留在佣兵身上。就刚才上一波他传回去2阶星矢传送也还在，还能逼一下把伊斯人调过去。那这波把佣兵打倒，但是你牺牲电击进度了，因为他刚刚市场踹的那台大房电击，他觉得可以杀一波人，牺牲一点电击进度。在于你这一波击倒佣兵之后，他是属于电击管不住啊，刷过他一波挂，那这样你开门战是多一个没过万的佣兵。是的。这一波如果小说家不往圈外走的话，他不行你就放在他身上呗。小说家那边也是一个半，然后过去呗。没错，一会儿。那那边想要再去拖一下。小说家给，但下不满，但是2阶没好。平地板去博弈一下，哎呦，打到一个头，有点亏。那这一波感觉是。这波没有打断下板，撑住了很多的节奏啊！对于穷者来说，他还有个2阶还能拖，再拖一个市场出来，再踹一脚，踹一脚再过去那边打一波2阶。选择2个人去抢油罐，感觉有点不太这佣兵死了。抢吧，反正我可以去寄生巫师。哎呦，但佣兵的话，哎，你这么你挂飞为啥敢修啊？这么近，而且魔术师那边还可以去。你摸箱子让那边也可以让魔术师修啊？我得看。小说家那边怎么说了？能不能抢开？能抢开的话，真神了，一丝机会操作。哎呦，抢不开，这边挂飞以后直接传回来，真神了！电击还开不了，还要被市场。再来一脚市场，真是看不懂。伊森去对面，然后本体压小说家位置。两边互相的一个。你把小说家逼走啊！反正也是没事干。非常难操作啊！不能让他在附近啊！但是有2阶的存在。所以导致穷者要把他逼远一点，去离开陶片的范围，逼远一点，很简单，非常的简单。小说家那边的附身 CD 还没好，2阶用掉，杀不了人，又给称谓，直接到了油桶那边，小说家还不能继续可以附身了，但是因为前面踹过一脚，所以这边密码机暂时还不够。就尝试一下平地去逼道具，吓他打一刀不就行了吗？反绕到了，人呢？人呢？哎呦我操，真着急啊！一直挂着一个伊斯人，然后他们也有点没有办法去破译，还在踩板，没法爆2阶。没错，而且这一波挂他头上吧，然后一直追魔术师，他只要拆石板就那什么，魔术师给一刀，他直接就把石板拆了，气不气？好了，再选择传送。
关键是魔术师给你刀，你敢打吗？哎，他怎么还敢进来啊？不是你个，这人类魔术师给刀你再进啊！他插刀过程中你进来把他给拆了，这样他下你也没有办法传过来。怎么自己就过来了？正愁着杀不了人。不停的这么去操作，去尝试骗一下，但是他太耿直了，他就是直接走进去。他一般来说是要卡在那个圈边，对，在一个若即若离的身位。他这几波给刀都是要不挂了，直接过去传过去吧。尝试去点那个逃骗。他在等小说家的那个什么。伊斯人寄生冷却。他吼一口打。小说家在脸上浇了，我操，正好2点，走直线也不行。哦，又一个附身，有换位距离可以。但是这里小说家直接使用隐喻。那他炸了呀！这波电机要修完了一会儿，再不过去。大防对，所以他赶紧来。70多的侵蚀值。哦，还行。双刀也是没能打到。那魔术师就看着修吧。不过感觉修不完，但是他得第一时间去找魔术师。他只要去找魔术师，小说家就过去修电机，控不住。好了，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哎，这里好像没有，但小张好像还能再寄生一次。没有2阶的一个精神传送，但是问题不大。对，因为这边还是可以。哎，寄生下空了，可以去拆石板。他其实全力不敢拆嘛？后面再去。不敢拆，你在这走来走去，2阶好了，不还是爆你？而且你没自己。我把魔术师一压远了，你只要敢进圈，游戏结束了。我操，游戏结束了。4抓了。真给机会吗？下。没自己，然后再传回去就行了。传回去找魔术师，现在可以直接追了。你能别做多余操作吗？你直接去找魔术师就结束了，就一直追到死就行了。他自己都交了，咋不传石板嘞？传石板，伊森收回来找魔术师不是更快？行吧，石板留着吧。找到了吗？找到了。其实已经是伊斯人跟到 Nelk 了。是。干啥？他这里也不知道干啥，等个几秒钟，等自己的一个2阶侵蚀传送。等还要挂人是吧？挂了再传。可以看出来，鹤神这把是非常的小心和谨慎啊，每一波都是思考的。流血的时间比非常的细节。这里挂人的时间比流血快一点，不是晚一点。的一个状态被魔术师走了这个地窖。妈的，怎么能找不到了？又把2阶给用了，是何意啊？错了。把自己的2阶给浪费掉了，是的。你等了半天，把2阶给用了。但是可以架住这个逃骗范围。他怎么能伊斯人控了半天，把魔术师给控丢了呢？你就挂个人而已。或者本体吼有没有机会把侵蚀值但是还有一个魔术棒，这的话能够先拿1刀。没错，地窖的位置就在大门啊，走不掉的。不用看。进度还有一半。马上看到地窖了，就把它卡在这寄生就行了。你裁板不太好进行牵制了。哎，最后这个魔术棒能否帮他躲过这一波？啊！你这样寄生呢？落地66，那就一直卡着下吧。但是小说家那边也还没飞。对的。这里其实鹤神就是把地窖方向下后面，下靠墙的那一边，他肯定看墙。尝试就可以了。下呀，就抽奖，说白了，也没有别的。冲啊，魔术师，冲啊！不冲要被下完了，下麻了。该冲就冲啊，只能冲啊，去秀他。对，那看到了，你没有弹射，直接一波的一组本相投到了。沉稳的姿态出现的下这把吧，因为整体来说，因为他们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他选择去了小船追奈仔的飞行家。这个点位，这个下板再等一下原生过来，这个时装穿上以后，现场确实响起了欢呼声啊！感觉整个状态都不太一样了。蓄力刀想骗一下背包，但奈仔很稳，没有交道具。不过为了拉远距离，还是交掉了这个道具。东玄本体被迫要移动啊，这一波拉扯的时间来讲，会花稍微比较多的时间了。是，主要你得等一波。你前面等到自己本体的巡视者好了，他是可以悬停喷，直接往木屋去的。但是这一波奈仔没有选择往木屋，他选择拉得更远一点，逼你的原生加母体再动。但是寄生前面是可以帮忙踩板，不过还好砸到了。
那这样的话，得先去调一下原生的位置。是的，选择直接交一个原生的闪现过来。没错，这把东玄是出其不意的携带了一手闪现。那就等吧，等一波，然后跟上。等下一波寄生闪现闪倒，或者看双信徒有没有机会夹到。不过这样子的话，其实密码机倒是也拖了挺多的，现在还有个飞行器在身上。对的，毕竟那在最后一个喷气背包前面还能翻窗，那没办法了，那只能再拉一波寄生的超距啊！这波东玄其实是有点贪了，他想省这个寄生，不然的话他当时直接控寄生的话是有机会直接闪的。是的，这波没打到，这样的话可能还是得去切一下，把这个寄生给他送掉了。多花了30秒，毕竟他还要走过来补一下寄生，然后再把人给挂上。密码机也是到达了3台，而且弓箭手的那台已经是修开了之后又换了一台去修了。是的。看一下东玄选择把人挂到了小船方向的风车，医生是直接踢了过来。这一把磊磊没有带化险为夷，但是他也是决定出来扛这波压力了。毕竟医生来救援的话，就算被补寄生了，其实是没那么害怕干扰密码机的一件事情。再稍微卡一下淘汰进度。现在脸上是单信徒啊，看一下另外一个信徒超距回来了吗？已经回来了，但是医生这一波把自己给扎起来，东玄也彻底没办法。而且医生这里还想过来再帮一下，他想帮忙扛刀啊，帮忙扛刀把奈仔给保到外面去，然后东玄也顺手寄生了一波医生。不过他现在还是得用寄生先打一下，看一下。那医生的这一波救援很成功啊！不仅是满状态，而且过来还逼掉了东玄一个飞行家的寄生，再补一个寄生。而且你医生的话，因为他可以随时自己去治疗，这样的话，你其实对于梦之女巫控场来说是很难受的。是的，你本来好不容易打掉的状态，又给他调起来了。没错。那这边是怕摇下来，强行搬运到了大门方向。大门这边大副的密码机是30%多，应该是准备用原生去控了，让你这台密码机彻底停摆。是的。不过可以看到。磊磊是在角落的方向开了一台新的密码机，不过最远的一台在大船上啊，求生者可能也是不想再浪费这个跑图时间了，想尝试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打4人开门战。但食指这里是直接被蒙了出来，打出了10人员状态，脸上的信徒非常之多。这个续刀到弓箭手了，这个续刀居然被扛到了，主要来得很快。再补上一个后撤臂，闪现闪到的是先把弓箭手打倒。那这样的话，奈仔一个人没有道具，其实是不太能够抵挡这一波寄生信徒的进攻的。角落以及大门都在破译，看一下东玄要不要先把弓箭手挂了，然后一会儿等寄生跟上了，飞行家再考虑交闪。这地方先把医生的寄生用掉。但对于医生来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反正他是可以自己去调状态。没错，而且飞行家这个位置你打倒他。好像不太来得及去挂了，直接再举到了船下，那这个位置好像有机会能够举上去。医生那边在破译最后一台密码机，但是其实还是差一点。大副想趁这个时间差去救人，成功偷下了弓箭手。那在开门战之前，飞行家是可以被挂飞的。90的密码机，毕竟这一把奈仔也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求生者应该是要尝试直接通电了。这块等一波，他们求生者去分配一下位置就行。是。让求生者先贴到小门，这样的话，东玄开门战是还有一波底牌可以释放。角落已经压好，那现在弓箭手自驱一波，只要等到大副贴近了小门，求生者就可以找机会去通电了。不过白纸的寄生信徒是有闪的，但是对东玄来讲，这一波在开门战之前应该也不会把这个闪现交掉。肯定是得拖了，但是他也不能让白纸太过轻松的把自己的信徒给驱了，要一直逼他。等到他这边有机会平地打倒这个大副再说，已经起追猎了。但是食指肯定是舍不得交这个表的，不过超距拉回来了，本来有机会能够平地尝试拿刀的，所以还是得要去再赶一下才行。是的，而且这大门的是拉离了小门了。大门的那个寄生信徒一定是压好的，你现在回去的话。一切到寄生就要被驱掉，东玄再赶过去，想要
附身这个寄生门能开。 门能开，小门好像也能开啊。但磊磊这边是有地窖的，双十一有地窖，所以要小心才行。磊磊这个位置应该是不太好走了，一个寄生架住大门，原生从后面包夹，给上了一个超远的龙骨弓，但是磊磊好像是想反走吗？主要是他回来之后还有信徒在，没错，有一个闪现过来，直接把磊磊击倒。是的，感觉是打成了一个平局。这个开门战的话，求生者这里打的还是有点犹豫了，因为当时白子去给3000这52秒，奈仔是乌龟。 哇，这个最后一的话，确实我们可能按好看一下，小谎言是选择来木屋追击一下君少天。是。那君少天这边是选择直接拉点啊，拉到了木屋外围的风车里面，但这个地方有机会给到平地一刀啊。这一刀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医生应该要到木屋的板区给自己回第一波状态，而且很求稳啊。 哎，这里不敢翻了，爆翻，而且是通了这一下。是的，这个位置卡得太死了，君少天完全不敢翻，有小加速，再往外拉，那你下一波不一定能回得上来啊。这小谎言的下一波拉火已经好了，而且这里的话，一个加速也加速直接跟上。对。 还是能够拿到这一刀，整个处理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快的。没错。加上这一把君少天他是选择带了一个纯化险为夷的医生，还通缉到了过来救人的大副。那有点难受了。你这个地方，哪怕焦表身上的紫火还在，熟悉的哎哇，对，直接打到了。是的，有一个安息之路的加速还在，还可以回去。哇，打倒了！搞什么啊？这第4场这上来搞这么激烈。 拦截大副，直接让你救不下来，那坏了，这医生稳过半，古董商过来也要过半，必须要派人过来支援。再拆一下树枝，而且大副那边现在才开始去自己回状态，没错。所以整个时间的话，他没有办法在医生，因为他前面是被举过的，对他故意是这样去牵着嘛。 这样的话，你得等，你得拖，可能会很极限，就在医生挂飞前几秒，有可能说能够起来。这一波直火非常关键了，看一下小谎言对这个直火的利用，这一波要拉吗？角度不太好。过来配合，而且想拉倒大副，交了大副是化险为夷的，哎呦，但是一个点刺还是让大副救了下来。 但是大副那边是已经没有绝世逢生了，所以现在小谎言想要过来先处理一下大副，而且手上是有闪现的，感觉可以直接交个安息之路，再加上闪现去处理掉君少天。这样的话，魔术师那里可能要被派出来去摸大副，求生者的密码机会亏很多。场上的密码机是不到3台，这边医生已经是挂飞了，但是3岁保得很好，一个火。 并没有拉到，闪现没有机会交，因为医生已经扎起来了。那边也是把大副也摸起来了。是的。给3岁再来给一个机关枪。不过3岁手上的道具也是全部交完，看一下拉这个火，还好是烫到了。那现在有一个收放加速可以再拉一圈，3岁因为没道具，所以也只能被迫撤了。但至少他们是打出了想要的效果，让古董商帮忙保住了医生这么久的状态，让大副调整好。他主要是把外面那个大副已经没有绝世逢生，但是已经拖了很久了。是的。现在就是接下来3个人去运营2台了。攻击的是魔术师，因为这个医生已经是挂飞，选择直接切了一个传送过来。果断啊，直接传到了海边，而且他这边已经有了2阶啊。如果阿远的一个 出圈的话是有可能直接被拉到的，一波预判，但是远这边是没有选择回头，在海边的双板准备进行牵制。那场上只开掉了3台密码机啊，求生者还有2台整机需要补，这个直火能不能中？那边是压迫感非常的足啊，是直接逼出了远的魔术棒，这里来了，飞轮在顶。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机啊，两边高手互秀。但现在手上就有一个魔术棒了。是的，小谎言的
直火已经是非常之准了，但是阿远也是很好的规避掉了每一波的进攻。是的，但这里有减速，有机会可以拿刀加秒。我当时还拿了一个头，连刀都没拿到。是的，他这一波其实如果直接出刀的话，有机会直接拿刀的，但是他可能说想拉火去预判你的魔术棒，对，然后再出刀。但是阿远的处理也非常的好，这一波已经成功拖了太久了，把外面2台灵能密码机给拖到了70。甚至传送都快拖好了，小网也是交了传送过来追人的。这里拉火的 CD 还没有好，怎么说？啃住，哎呀，自己有点。是的，他往外靠了一点，小加速打到，但密码机够了，又直接通电吗？直接通电。哇，阿远的话，这波处理真的是拖了特别久的时间，密码机都开掉了。是的。道具全部逼完，两边的门都在点，这个火还是没吃。阿远也太会牵制爱哭鬼了吧！但是最终打到了一个震慑，还有个传送拿3抓的机会，小门已经放手，又继续点了，但是感觉点不开啊，3岁这个位置。但这个地方的话，其实离椅子的距离会比较远。如果他要切过去的话，门能开。因为当时他的一个安息之路的持续时间到了，如果没有到的话，他是有机会可以把人给举到小木屋的这么一个位置。怎么说回速？但是还可以利用这个加速赶上。3岁也在板子要去博弈才行。是的，也在为队友拖时间，但是一个慢翻偏了回去。这里没有安息之路是很难拿到这一刀的。阿远那边已经交了绝处逢生，这里先交一个安息之路。骗到了。直接打倒，但是已经没的位置应该是不太好拦截了。主要你那边已经是交了传送才过来处理的3岁嘛？对的，没有办法去传送回去管大门。其实他还是对门的把握有点不太准确了，他不确定小门点的是谁，是古董商还是大副。但这么远会摇下来吗？看一下，摇不下来，还是有好客之道的一术在啊，没有摇下来。如果当时海边呢有一把椅子的话，其实他是完全有时间可以挂上魔术师，再传送小门完成3抓的。那最后的话是拿到一个平局，没错。那双方的话，其实在第一局是都一个平局。是的，这一波真的是太赏心悦目，就看追哪个吧。哇，玉林那个位置可能可以拉很远了。泪水的话，确实我们所熟知的是他的一手绝火喧嚣，看一下这把歌剧的手感。这也是选择直接到终点站来追一下远，但是过来的话卡得更远了。对他这个回速提前交了，那他这个回速回的感觉比刚刚本体还远。对，上来是直接打了一层路易，这个距离隐约还断了。那这一波远是可以很安全的进入这个1板1窗啊，把板下掉，逼你踩。再下一块吗？是往外走，选择用路易来进行这个位移，持续扛刀。泪水也是见人就砍啊，不跟你聊这么多。对他都不想跟你去拖。对，他反正有刀我就打，没必要骗你，对吧？我反正该打我就打，反正闪现之前能多打几刀就多打几刀。对，不过确实他其实拿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比较难去进板，或者是说你进板之后就闪现就要击倒。下板直接蓄力刀闪倒。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个问题啊，对于木偶师来讲，他没有位移能力，他再怎么跑得快，他也是2条腿，没有那种飞来飞去的，所以进板区还是会比较困难。他进一个板区，他就得掉一次状态；进一个板区掉一次状态，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强力的位移。是的，玉林这个位置被拦得有点太远了，看一下，但是泪水并没有排到他位置啊，因为有一个逃脱术。是把人给搬到了石龙，然后再配合一个迷烟炉。但是因为机械师放在了外面，所以这把密码机进度还是挺多的，马上3台半了。一波利用被动的无伤救，玉林还想扛刀，给到阿远一个牵制的机会。毕竟你闪现已经交过了嘛，那你这块板必须得踩，踩完以后他是有机会能够绕着前面的1板1窗稍微拖一点时间的，毕竟还可以释放一次路易。阿远带了纯化险唯一的一个天赋啊，这一路要被逼出来了，板子踩掉，那只能往后面的窗户靠。没有窗弹的情况下，这个窗应该是他最后能够操作的地方了。击倒了。是。但是其实可以看到3岁的弓箭手已经是在附近了，所以现在泪水还得去处理一下弓箭手。一个后撤壁弩。等到撕裂值掉了以后再回溯，但这样的话，3岁还是可以在这条直线通道进行一个拦截。是
的，这里得骗一下，但是还打下来了，精准的命中了要害。但是这一波落地摇晃的时间是不足以让莫尔斯去交出他的路易的。是的，但是3岁的话，其实已经是过来无伤拖了很久了。那现在泪水通缉的是3岁，就需要3岁来顶住这波压力啊。逃脱术还有一次，看一下搬运的位置是终点。3岁还在拖一个飞轮，还有一个后撤秘鲁要交吗？释放了。泪水赶隐跃 ，OK， 那你这波隐跃完了，这个撕裂值是稳定要触发一次的，再补一波龙骨弓。阿远还可以交一波路易，但穷者最后一台密码机还差40%。是，而且其实还是需要去跑图的，因为他们手上那台并不是56的那台。对的，先把板子踩了，然后再跟上。现在是终于在修，对，但是这边也没有选择继续 OB 了，因为他们缺的是桥上的那台机。对他们这2波其实拖的时间也蛮久了，通缉到了谁？玉林的投投大师，手上的技能还在啊。这一波其实如果泪水能够快速排到调整的人，他还有机会争夺，但是好像3岁要去找机械玩偶进行调整，这样的话可以造出3个满状态的求生者来。哎呦，又断隐跃了，这也能极限摸起来，好像。极限摸起来个逃脱大师。是的，那泪水追谁呢？还是得追一下机械啊。那边应该是在控娃帮助3岁调整状态，毕竟这个位置你上楼梯其实也很难躲掉这一刀。再去找一下玉离。看一下密码机的抖动，但是其实我觉得泪水看到他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控娃，就应该知道他是在控娃帮忙队友调整的。而不是说会控娃去破译密码机，反而浪费了自己几秒钟，没有去追击逃大师。主要你等了之后，其实现在状态也调满了。是的，也都是在赶密码机中，还可以抽到了一刀，直接抽到了一刀。不过追逃脱大师的话，其实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但是他其实已经离开桥上很久了。而且我感觉泪水其实他就一直想着去管桥上的那台，对，如果有人修的话，因为终点站是3连，他肯定得去管这个终点3连的，他不可能说放着这个3连给你们过来找3岁过亿。那这里有一刀，因为3岁前面是把自己的后撤秘弩以及飞轮全部交完了，通过一个滑梯是转到了2板一窗。那现在桥上又在偷修，是机械玩偶。如果不管的话，真有机会给修掉啊。那这电是够的。对，这波机械玩偶是成功的延缓了一下3岁的牵制节奏，不然的话他是有可能被追倒的。而且也是给到一个3岁去摸箱子的机会。没错，一个护腕。那这里门战还是挺有用的。是的，这里3岁只能往一个离密码机最远的地方走啊。至少一会那边2个穷者都摸起来以后，还有机会能够去贴上桥上的密码机。是的，因为他们调整状态的位置其实是在鬼板，所以其实是有半张地图的距离要去跑到桥上才能补到大遗产。对的，但其实如果这一波你挂上过去的话，感觉监玩者那边是能够赶过去的。但其实我觉得朱雀的穷者问题还是挺大的，他们在终点半场留下了一个3连，我觉得在比赛中已经很久没出现这种情况了。就还是得在前期做好一个部署吧。玉林这边也不敢碰密码机，看一下泪水要深追吗？可以深追，他打算，因为毕竟这边是一个2挂的逃大师，而且你必须要救完人，从终点再去桥上补遗产。但是一直没有拿到刀。对，玉林的这一波牵制还是比较秀的。那边机械师都从鬼屋方向过去把人给救完了，感觉马上就要碰到桥上的密码机了。逃大师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所以泪水这里如果继续针对他开门战也还有机会。看一下密码机的抖动，穷者还没碰上。泪水这里有没有快速击倒机会？蓄力刀还想骗，传了，传过去是谁？14的密码机。弓箭手3岁半状态，上这个滑梯来得及吗？一个飞轮顶掉了，回速想回来再钓鱼。那你现在有点不太好去管了。他现在得站在密码机边上拖自己的传送了，他一步也走不了了。赶紧回去吧。但是这样的话，求生者要不要考虑到终点去碰一碰，给点压力呢？反正这70多秒，我觉得，对，这70多秒，我觉得泪水是肯定不会离开这台密码机给你破译的机会的。
再走2步就回速了。我觉得打他了不可能打，不找吧，我觉得不可能打他的。他现在但凡离开这个密码机多一会儿，其实他们就已经虎视眈眈了。是的，他生怕自己打一刀，那边密码机就给你亮了。其实玉离你也过来了。求生者就得利用这段时间去再调整一下，补充一下自己的道具。陶大师那边翻了一个翻到一个镇静剂。是的，那这一波也可以把自己扎满。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执着桥上的密码机啊，去终点那边开一台给点压力啊。但是他们很明显这把就不想开新机了，就只想去翻箱子，然后去拼这台94。对。泪水感觉走的还是比较远啊，这边非常自信。赶紧回了。然后排了一下，也并没有排到桃头大师的位置。哦，有人爆乌鸦了，应该是桃头大师。这也找到了半状态的3岁，但他已经用镇静剂扎好了自己。哎，不对呀！这走了哪去了？排着密码机让人家压好了，这对吗？这他排反了3岁的脚印。是的。但是没发现脚印已经丢了。那这太不对了。不过3岁手上是没道具的。飞轮也没好，看一下泪水有没有机会快速把人给击倒。不对，断音乐了，被迫传送。脸上是君少天，君少天手上也没道具啊，也是一把镇静剂，一刀直接打倒。也是，但是因为他是已经交过传送了。但是他有桃头大师的位置，桃头大师前面是爆乌鸦的嘛，那泪水这里确定了你终点的人以及桃头大师的位置，他可能还会尝试去赶一下。但是赶过去来得及8秒，对，门已经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其实是的，因为你打倒界是你要挂，而且3岁刚刚牵制那个位置是在滑梯，离终点门是比较近的，所以这一波他就算直接过去也是来不及的。是的，泪水还是传的有点太早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危急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人偷密码机吧？哎，确实。那最终是打成了一个平局。是。少天是破了225，其实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上吧，正常救人位都是在桥上的。个平局。看一下，还是直接过来找桥上的木偶师。是的，非常远的一个围龙，龙到了这边奈仔。但是他打木偶师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哪怕平地刀给我打，我也是赚的，因为我平地刀能够逼掉你一个路易也不亏嘛。是的，不过东学那边是已经选择不追了，想要去起点追一下白纸的小说家。是的，因为前面他的兴奋没好，现在是兴奋快好了，所以他是直接过来追了。是，反正也能多摊一下木偶师的状态。上把是不是也是追的白纸啊？哎呦，想来一个换血刀，但是直接砸头了，而且小说家是很有可能带着巨力的。想放一个单向围龙，但是自己钻过去，再一次换位，拿到一刀，还行，直接逼掉了整个隐喻，这一波是赚的。下一个围龙有飞轮，没错，哎，骗了过来，但是这一块板很危险了，黑龙还是钻了过来，这一刀飞轮交掉，废掉了一个围龙，补一个后撤跃龙，但是有障碍物拦住了自己，特别好，而且还隔了块板子。是的，但这边应该不好翻吗？还是翻了过去。这里愿力值不太够了，兴奋逼掉了以后，可以看到白纸的隐喻并没有吸特别多啊，2/3左右。现在东玄不能直面白纸，要等下一个围龙。但是好像没关注单向围龙，关的是自己。对的，这样也能够让白纸成功的吸出隐喻啊。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再拖多了一波。你现在愿力不够了呀。对的。而且密码机已经3台多了，现在第4、第5台都已经有进度。这个前期的节奏是非常的差了，还行，成功的抽了一刀，但此时白纸身上的隐喻又好了，吸了回去，这边没有交出来隐喻，终于击倒。我觉得他就算没交出来也可以接受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第4台、第5台已经在开了，佣兵来救个2波密码机也够了，他甚至这个隐喻留着后面2636也可以。来桥上给奈仔莫斯的压力，但这边因为前期的节奏确实会比较好一些。是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波奈仔可以给一刀啊，你就硬修啊，硬修给一刀嘛。给一刀的话，那边佣兵救下来的话，
至少不会有一个围龙直接针对的机会。刚刚那道是打到的佣兵，没错，不过还好这波他处理小说家的话是有兴奋的。是的，再吃一个围龙，往鬼屋的方向走，离桥上的密码机更远一些。可能奈仔是觉得自己需要下一波去救援吧，所以他没有考虑给到打一刀的机会，所以求生者选择提前开一台，问题也不大。不管是起点还是桥上，2台密码机都是可以有人去破译的。毕竟木偶石这边放手了，调香师那边是可以去补木偶石的那台的。这很难同时管到这2边。对。但是狮子这边就不敢破译了。这边木偶师过来是能够去开一个化险为夷的。对的。那桥上那台偷袭补了，可以成功偷袭到了。但这样的话，下一波东玄是想考虑挂一下这个佣兵。但是挂佣兵的话，其实桥上那台还是一样的能开。对，还是能压好。就看一下他开门战怎么处理吧。因为其实脸上的2位都是有回环罩的，不对，这把求生者4个人都有回环罩。对，还有3个护腕。这里直接交护腕要开吗？没打算开。但是过来找奈仔的话，感觉奈仔那边更加不好处理。他一会交个路易直接通电了呀。一会交路易通电，然后直接就开门战能硬吃刀。移速非常的快啊，处理才行。对的，再交一波路易，又可以下掉一块板。现在终点门已经是差不多点了一半了。没错。这里提前预判过来，但是这里还隔了块板子。这个笼子没有包好啊！哎，不能拆，对，把自己保护起来。你的威龙却为我所用，东玄好难受啊！终点门已经开掉了。是的，地窖的位置还好是离起点比较远，又被穿了回去，再交一个路易，想给自己加点移速，最终还是被打倒了。感觉奈仔在牵制佛角羊这一把上面还是打得挺不错的。磊磊离得远。哎，还有机会拦吗？直接回。这边有一个回香的小盾，但是帮忙扛刀，回到了对面，回到了门里。哎呀，这一个围龙直接把磊磊给送走了。现在优势肯定还是在他们吧。在独栋门这个位置。这把的话是选择中场过去，然后去墓地方向想找一下狮子。是，一只碟直接传到了墓地，直接身位还是挺近的。对，拿救人位开刀，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的话，至少是稳定的，能让你少一个化险为夷嘛。一个米烟炉开始跟你转，但是出了外面就可以直接交碟了吗？一个被动先打出来，窗口不敢去，窗口还有一只碟的。剪掉了以后，还是有刀，好快的拿刀速度啊！而且东玄这把带的是时长，看一下狮子要不要考虑上车呢？但是应该是本来就没考虑吗？应该是吧。但是如果说没考虑的话，为什么要往车那边贴的这么多？你往左边不就能进点了吗？是，就让你以为我要上车，实则我不上。然后倒在墓地的话，也不会干扰队友嘛。还有一波倒车回头的机会，前面那块板快翻有机会过吗？也没机会啊。主要他是退的有点太远了，想再调过来的话，其实他如果退到板前再来一个快翻，有一点点机会能过去，但是也很难，毕竟倒车这种情况想再转回正也是需要很大的压力。对，这波的话就密码机我们来了。来了，61啊，给你留了1%。而且我踹完，你逃脱术还在我脸上。是的，我给你留了1%，你修去吧。这是红蝶大人的怜悯罢了。那看一下奈仔这一波救援吧，手上是有一个钩爪的，所以不太会被拦截。东玄选择直接起飞，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一个双倒或者救不下来。这边没有交碟吗？交了，一刀打在椅子上。但是还是那就是稳稳的吃一刀救下来，但是对狮子来说，他也没有2次牵制的机会了，只能尽量的往外面去带，不要干扰遗产。不过对于狮子来说，这张椅子他哪怕不释放逃脱术，东玄也会跑去红蝶河去踢一脚，然后再回来。对的，只不过是刚好又更顺路了一些。对，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是完全没有想到东玄会去携带这一手逃脱术。这个市场，这一手市场，对。
中场的话是幸运儿跟法罗在抢，然后想让幸运儿拿着枪过来救。是的，这样的话场上密码机是接近3台半左右，想要保住这个桃花大师，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先放一个香水，这里香水成功了让自己没有被拦截的风险，这一刀回速打到了椅子上。那看一下，想通过这个椅子来躲枪。 不过最终这个碟得交完了以后，先把信号枪给逼出来。穷者密码机可能还是不太够的，等下一只碟是有机会能够处理掉狮子的。但是车马上要来了，一波升空，看一下，应该是进去了，蓄力刀直接打倒，毕竟也是携带了冲动的。 外面有2位半状态的人，幸运儿还没有机械玩偶。这一挂上的话有通缉，看一下通缉的是谁？通缉的是半状态的幸运儿啊。磊磊在2楼破译，但是他选择是传到了甲门。传到了甲门，处理法罗，但是反而是一个满状态最不好处理的人啊。 那现在的话也是控到了状态，是要不要去先调一波呀？能坚持到密码机压好吗？他就是想着传送过来压住脸上这台遗产啊，但白子有一个上车的机会，能稍微拖一下自己的隐身 CD。这样的话就得去管一下2楼的那台了。没错，因为其实你首先甲门这台不用再担心。是的，把人给逼下去。而且现在其实所有人都是一个半状态。 白纸下车之后过来也没这么快，没错。这里想捡碟，飞轮倒是躲到那一刀，躲了一刀翻窗。但这个位置下一波破板得找机会秒掉了。哎呦，一个非常细节的板前蹲，成功的卡断了东玄的刹那。看一下这一波，哎呦预判。 但是反而被东玄给骗了过来，双方有来有回。对，又有个问题了，因为幸运儿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没错，而且穷者外面2个人都是半状态，法罗也不可能来救，所以他们选择直接通电。看一下这一波东玄的传送还有10几秒，如果拦截到了其中一个人的话，他是有机会能够试的。不过这个位置有耳鸣，马上要起，看到脚印了。 下一只碟还有3秒钟，面对的是耐宰的病患。那病患的话，其实你平地把他的钩子，传送了学校门，他以为法罗修完甲门过来破译了，来破译门了。对，但这样子的话，其实是让了一个传送，这里还被砸头了。再砸一头，那边法罗要去把人救下来了，手上是没有传送的。我感觉他刚刚都已经平地逼钩了，其实马上就要击倒这个病患了。没错，一刀打倒。 但是那边人还没救下来，东玄还有机会回去拦。是的，因为你救下来的话，2个人只能分头跑，一个去卡红蝶亭，一个去卡墓地。是的，而且他确定这边学校门没有人点嘛，是吧？我知道你这边学校门没人点，那你就是一点进度都没有的。是的，终于2个门都没有人点。看一下东玄的一个拦截，传送还有1分钟，会比挽留慢一点结束。这里白纸是跑出来，不过白纸是有隐身的。 这也是有可能骗一下的，稍微拖一下，看一下，没有，没有骗到。这边，那这下节奏不对了，磊磊那边都没有去贴门啊，这个地方东玄挂上，用刹那赶回去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可以看到磊磊也来了波反心理。是的，东玄这边选择丢碟回去，怕你去救奈仔。没错。 但是磊磊这边是已经反跑了，红蝶河方向没看到人，耳鸣出现了，是机械玩偶的耳鸣。但是东玄这边飞回来，回头，车挡住了，没挡住。磊磊这个距离救不下来，蓄力刀骗到了一刀。没错，那可以先处理法罗，再回头管幸运儿，2个人都没法走门。 那现在的话，其实被架在墓地里面，磊磊也没法走呀。是的，起飞再丢碟赶过去。磊磊已经没有道具了，这边东玄非常自信，我知道我先挂了法罗，你一点道具都没有，也没有飞轮，他一定能留。飞过来直接一刀打倒。今晚是绝活大战啊！今晚东玄用红蝶河在永眠镇完成了一波4抓。
翻盘的号角，这不就吹响了吗？快速击倒，一直滚雪球滚。这一定要去4刷的压力的泪水。而且他这把是 B4，那求生者3岁是直接开翻了，很自信。身位已经很近了。这样觉得翻不还。那但是他也不管。不是这对吗？还有这好事，这翻箱子能翻完？泪水完全没看到3岁在这边翻箱子啊，那给他翻出了一个信号枪。哇，多了一把枪，就因为你突然回头。他没看到在那边，他是听到3岁第2次翻箱子的声音，他回头的。然后看到了道具以后，他选择来逼一下飞行家的道具啊。他觉得飞行家这个位置比较差，那前面看一下要上车吗？不上。这里不能上了。远志决定自己进墓地，这样的话牵制起来也不会干扰到队友。而且有机会打下来。没错。现在的话，继续在墓地里面牵制。下一个喷气背包马上好了，直接交。不过这个板前面的地方又记录了，不太敢下吧？哦呦！直接过板拿到一刀。头好铁，好快的一刀。再补一个移形，这个位置又没找到，我的妈呀！泪水，这排人这势力真的有点夸张了。主要是咒术师不来保人，那把月亮和歌曲。对呀，就是从那把开始的，就给我们展示了他的一个找人，确实发现他6边形的一个可以突破的点了。那这里给了君少天一个扛刀的机会啊！打完以后，他选择换追君少天，但君少天手上2层猿猴咒像，而且你移形交过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的，你移形交过了嘛？那知道你没有兴奋，我就靠猿猴咒像疯狂牵制你。前面还有一个飞轮可以进板，看一下，提前交猿猴咒像，反绕。再卡一波，这个板还是不敢下，电砸，成功砸到，但是因为他带了一个困兽，所以这一波电砸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主要他困兽的层数已经起来了。是的。那这里是有一波地下室的，那你不管挂不挂地下室，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能过来卡。你挂地下室我可以卖，对的，或者我的救人位是守墓人，我挖下来救也行。对的，你挂地下室的话，主动权其实不在你手上，反而你多给到了求生者那边10几秒的破译时间。甚至守墓人是场上第一个破译完的求生者啊，他可以很舒服的过来卡着。这位置就2头跟你绕嘛。你要打我 ，OK， 我就跑下去；你不打我，我就在边上看着，然后来个震颤啥的。这里手上带的是移形，所以没有机会去打那种落地刀。但是只是吃一刀救的话，其实对于他要4抓的局来说还有点不太够。对的，君少天这一波也是强行交了个猿猴咒像来保住。3岁来了，一个手电，一把枪。是的，来保玉灵，让他不会被打成双倒。这一波有没有机会逼出底牌呢？看一下3岁这个位置。但感觉他底牌不太好交，是交了不好4。一个窗台，然后手电筒提前交飞轮，让自己看一下这个蓄一刀了，爆一刀，没错，可以照晕吗？差一点点，还是跑回去了。稍微保了一会儿吧，虽然说不是保特别久，这个位置不好开枪了，距离比较远。3岁其实刚才可以考虑第一时间去交手电筒啊，但是他没有来 OB 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交那个手电筒，反而给到了一波状态有点难受。不过还好，守墓人那边也是跟队友进行一波调整，可以再进行一个2救。飞行家也想调整一下幸运儿，让他过来 OB 啊。那这里就得看泪水这波针对刀能不能打到了。君少天下以后是没有技能的。哎呦，一个飞轮成功进板，让玉林帮忙卡板。没错，这个双板是很好绕的。这里放了一个幸运儿跳窗，再砸一下。那现在3岁又来了呀，这里还有一个打通机会，终于打到了。陈颖正加幽闭，反正就头铁硬过。蓄力刀再打一刀，但是咒术师的位置已经非常远了。一个预判移形跟上了，那还是挺舒服的。对于泪水来说，一波预判下板，那这一波处理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因为其实求生者交的那些道具啊、砸板没有延缓到泪水的这么一个时间，我觉得君少天在从2楼跳下来的时候，那一波应该是被泪水给看到了。是的，那现在的话，其实密码机还差1台半，记录员是能够去控到远程的密码机的。是的，因为前面打团打得太久了，所以这反而是记录员想看到的一个局面。是的，现在的话想要再去看一下密码机。
飞行家也是翻到了半个橄榄球，但是他们这一波并没有能够调整的机会了。过来是有远，但是远的话，其实它是半颗球加一个飞轮，是看能不能再拖一会儿时间了。前面这个板看一下有没有反下的机会，没有，是直接叫橄榄球拉点下一块板，没错。 那这样的话，手上还有飞轮，这一波应该是不太会倒，但是泪水头也太甜，我管你砸不砸的，我反正就过。上有人，手上有人的话，其实外面又是一个地下室，故意的话就不好搞了。对的，你得派一个人过来救援，另外一个人他会被无限记录，而且那个被记录的人他得修多少密码机啊？他得修60%。对，最少也要60。好像这台40的密码机是独栋的。如果40的密码机是独栋的话，求者就得重新开台新的。 这个节奏好像不对起来了，我说实话。但是还好是3岁那边还有个枪，是枪加怀表，枪加怀表，但是拦截的距离非常之远啊。是的，而且泪水手上是有意识的，得交怀表了，不然被打出来就难受。先交飞轮。是的。这波可以先去交一个沈月。是的。记录到了。 那飞行家那边已经过半了，你枪又在外围交掉了，那你怎么去保这个飞行家呢？看一下3岁要不要在下面交表拖一下时间呢？利用自己怀表的持续时间，去让自己不会被逼救。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去，管一下玉林的那边。没错。是的，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去控到这个场子，不然你光让玉林修，我觉得也不太好。你要去争但是其实密码机根本不够啊。是。飞行家上来是直接把 橄榄球全交完，这里可以考虑移形。主要这里对他来说压力并不是很大，反正你爱扛不扛，对，有人我就打。因为密码机完全没有在动啊，他只要记录完了，甚至切闪都行，我感觉都切了，直接切了，直接切闪。其实感觉这里稍微绕一下，密码机差太多，也能再去。是的。哎，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4抓面了。他把信用扔那了，直接去找守墓人，因为守墓人在遗产边上，他这波只要把守墓人道具逼完打倒。 那就4抓了，信友得在外面开台100的密码机，怎么可能能做到？非常难。现在就是要进入一个泪水的4抓节奏了。现在玉林身上的担子非常之重啊，他现在必须要牵制到信友那边爬起来，再翻出一个比较不错的道具，然后他还得牵制到3岁那边去把最后的遗产给补开。感觉要干的事情有点多。 这个窗户没法过去，泪水就是跟着走，反正那边密码机没有抖动，你的道具自然会消耗完的。就算抖动了，其实也要抖半台。对。再来一个沈月，摸到一个机械玩偶，想要先去调状态。是的。但对于他来说是影响不是很大的。没错。 这边把板子一踩，守墓人那边道具都已经逼光了。是的，泪水还是走地去击倒的问题。泪水还是时刻注意着 S 板那边的一个密码机。但是其实对他来说，只要慢慢的处理这个守墓人就好了。再砸一头，但是这个地方是已经进入到了下板的。然后看了一下玉林的走位，提前把板下了。现在处理掉了。他现在要去找星河的位置了。牵着找。对于星河来说，他已经没有绝处逢生了。如果被泪水找到的话，再次打倒其实就是一个4抓了。现在其实已经很接近于4抓了。脸上有一个耳鸣，看一下机械玩偶卡着，好像看到了，看到了。哎，还行。那这里这样的话，直接找到了呀。不是，我说实话，如果刚刚那个那么大一坨白的没看到，就他当时其实还交了一个沈月，你知道吗？他还沈月了一下。如果刚好在沈月的时候错过那个玩偶，那真的太夸张了。3岁最后摸了半个橄榄球，玉林也交了自己的绝处逢生。2位求生者需要做最后的尝试了，对他们来讲也不能放弃任何希望，只能说在这最后再去拼一下吧。一波踩板，直接过板刀。但手上其实还有个闪现。是的。感觉贴近了身位之后也很难了。没错，这一响卡红光反走，手上的闪现又好了。然后2位求生者那边是都没有绝处逢生，不过还好消息是，玉林翻了一根镇静剂，对。
这根镇静剂看一下会不会成为伏笔吧。但是坏消息是，3岁的倒地进度条还有很久。他毕竟只倒过1次。对，所以感觉还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再一波踩板，3岁实在不行的话就交橄榄球了就行了。必须要交橄榄球了。那你的道具越打越干。是。板子也是越踩越光。但是最后一台的密码机一直没有办法碰啊，根本不敢破译。玉林也只能利用镇静剂去卡一下自己的乌鸦。飞轮再砸，非常的秀，但是这边板子被封掉了，他手上也没有道具了。泪水闪现已经好了，这一波应该就是跟着，然后闪倒，毕竟前面已经是大空地。这里也还在看一下密码机有没有抖动，根本不着急。场面一度进入了一个僵持，我们又要破纪录了，直接有感觉吗？我也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想了一下，那把因为比较久，那把快半小时了，20多分钟，但是现在离那个20多分钟还有一半的时间，我就不信了。先把板踩了，这里泪水还是挺稳的，因为他没有守墓人的位置。他担心什么呢？担心玉林那边翻了一根镇静剂，我这里把信号万一打倒了的话，守墓人那边我半天排不到，对吧？他现在就在想着，我等他爆乌鸦。那3岁就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我搁这破译，对，但是破译泪水又反过来利用这点，我就记录，哎，那你就修不开，然后又倒回去密码机，回到最初的起点。是的，感觉可以等着破纪录了，马上进入12分钟，只要他们再来12分钟。可能就能破纪录了。是的，泪水顺手记录一下，不让3岁修得那么高兴。但是他这样的话，感觉还是不太好，找到守墓人啊。是的，而且你要想，守墓人他为什么没有爆乌鸦呢？一，他有镇静剂；二，他在密码机旁边。对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排就行了。他现在选择先排墓地，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3岁他淘汰进度已经接近一半了。然后再往墓地的地窖点排，下一个地方就是独洞了。还说他打算反其道而行之，反心理，提前来 S 板拦截吗？没有提前过来拦截。去独洞附近排一下。是的。因为你摸密码机也是可以去消乌鸦的嘛。没错。所以他选择先往这些有相关因素的地方排一下。他这里很细节的在控制自己不要进入审阅范围，然后再过去把人给摸起来，这时候再让信鹅狂修，你再把信鹅打倒的话 ，OK， 信鹅直接挂飞，直接淘汰。那这样的话，玉林就有机会跳这个地窖了。是的。但是现在泪水是可以去先找玉林。对的。要先找3岁啊！我的破解办法就是我找到玉林，然后再去锁3岁的密码机，然后再疯狂记录。现在手上是有闪现的。玉林前面不太好进板了，要先吃一刀，看一下67，然后差不多可以省略了。没错，3岁就埋头苦修。我有个想法，我觉得3岁不修了，过来帮忙扛刀吧。但是好像来不及了。他因为闪现过来的话，然后还有下板记录也来不及。那看一下3岁还有没有箱子可以去翻呀？还有吗？就这么久下来，真的还有吗？其实我在想，当时如果玉林把3岁给摸起来，然后2个人一起抢 S 板的，就是守墓人是满状态，然后信鹅在那边一起修，2个人直接抢。如果说尝试抢，你想打人的话，让信鹅去吃这一刀，感觉也不太行，因为有点远。因为离门和地窖也都挺远的。对，而且那个地方它不让你把这个密码机抢开，一碰就直接锁了。是。然后包括说你。那边走地窖离得实在太远了，半张图。如果说你是假门地窖呢，可能会这个打法有点机会。那看一下这边3岁的一个走位是来到了墓地，但其实好像箱子已经被他们给翻干净了。现在的话，感觉每一个地方都是开过的箱子盖。是的，但是这边持续时间已经挺久了，可能很快就要冒乌鸦了。现在的淘汰进度已经越来越高。是的，所以对于泪水来说，选择回防，先把这个地窖给它守住。没错。哦，爆乌鸦了。先把这个板子给它清了。来了，那这个位置感觉要有一个阁楼相望的2人，还是怎么说？
但是选择先摸起来，已经比较难走了，觉得。没错，那两个人往地窖上一躺，然后互摸到满状态，这样的话还真有机会。是的，就现在这地窖口，这两个人你一个都不敢打，两个人直接在地窖口互摸，怎么说？他想先记录个出刀，是他记录出刀，但他不是挽留刀啊，他不是挽留刀，打不倒人，所以他现在的话好像没招啊。可以调成两个满状态的，你出刀我们就换位啊，就躲呀。现在变成一个体感游戏了，怎么说？有点短，继续摸。但我在想，这波半状态是不是更好走一点？半状态，他好像只能打幸运儿啊！你说这是不是？是不是只能打幸运儿？他不敢打守墓人嘛？因为倒了就飞，就直接开盖。好像进入了一个监管者的死局了，因为他现在在大脑高速运转，对，看看有没有一丝的解决办法。两个人好像都是倒地淘汰啊。3岁那边的，但是其实求生者进度条好像稍微没那么满。其实求生者他也不敢去破译，因为他走远了，另外一个人要被打。感觉还能再过很久。是有点尴尬。我觉得这刀就守墓人硬吃，不要躲了。对，守墓人硬吃。但泪水看到这个情况，他也不敢打了，他不敢再打记录刀了。我觉得这样，要不3岁去破译，把玉林留在这里。然后如果说3岁去密码机的路上，你敢头打的话，就从边上绕回来走地窖。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现在先点个外卖，然后一会儿差不多到了，可能就差不多了。是。现在双方的大脑急速运转中，好吧？是的。我们现在征集各种热心观众的意见，就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发出来。看一下有没有那种超级大脑啊，可以帮我们解决掉目前这个3人难题。有没有那种数学课代表能够去算一下他们的淘汰进度条？到底刚刚是谁的？有没有一些能够去解决的办法呢？对的。又出来记录了。这里。泪水说：“我先去那边冷静一下。”对。但是他打到了幸运儿一刀，那接着为什么摸？他想同时把2个人打倒，这一波进刀必须要打到守墓人，然后本体打幸运儿。那就再等。因为他那边刚刚是刀没那么快。是的，当时第一个实体刀穷者没反应过来，他们打到了一个再打飞，这么说2个人这个能举吗？举起来了，泪水处理成功，完成4抓。感觉泪水这边都要飞起来了。对了，头呢？85牵制325秒，0.5，均破坏板指数10.5。